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全联福利中心最近卷入的风暴。昔日号称庶民之光，陪伴全民抗通胀的全联，如今竟被网友发起抵制，喊出断联行动。短短1个多月间，这家超市龙头从人人称道变成人见人嫌，仿佛过街老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6大争议一次说清，我们深入探讨全联是否真的要完了。首先要说的是全联在市场上的垄断疑虑。近年来全联势力膨胀，版图急速扩张，截至2025年底，全台门市接近1200家，年营业额突破2000亿元，稳坐超市霸主地位。2023年全联并购大润发后，更被戏称为大全联，规模更上一层楼。然而并购完成后，许多消费者惊觉，原本在大润发买得到的平价自有品牌产品，通通从全联的货架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价格更高的其他产品。网友们直呼这是垄断操作，全联一家独大后，价格越调越贵，慢慢控制台湾物价，让大家习惯高物价而不自知。更大的争议在于全联的寄售制度，一般零售商多半以买断方式向供应商进货，再自行销售，但全联采取的是寄卖制，由厂商提供商品放在全联卖场销售，商品卖出后，全联才付款给厂商。换言之，全联不需先买货，零库存风险，零资金压力，等商品卖掉才把钱给供应商。这种做法让全联可以大打价格战，号称东西比别家便宜。全联高层也曾在专访中坦言，寄售制正是他们维持低价的秘诀。然而供应商们的感受就不那么美好了，商品全部成本都压在厂商身上，卖不掉快过期，还得厂商自己收回。难怪有网友总结，钱是他们在赚，苦的可是厂商。更有厂商现身说法，爆料全联不仅用销货才结款的方式做生意，还会对供货不足的厂商寄出罚款。有人透露自己当月铺货稍有不及，就被全联罚了30多万元。对中小厂商而言，全联的游戏规则近乎霸王条款，一边掌控销售管道垄断市场，另一边又以寄售模式无本生意，压榨供应商利润。这样的全联让许多人开始心生反感。资安风暴是导火线之一，全联近年来积极转型数位，推出自己的电子支付工具 PXPay 全支付号，称有600多万用户，是台湾使用人数名列前茅的行动支付之一。原本全联希望透过全支付方便消费者，也掌握庞大的会员数据。然而2025年11月初，全支付骤然爆出多起盗刷事件，不少用户发现自己的全支付账户被不明扣款，一名苦主更是因伪将全支付绑定信用卡，又连结了外送平台 Foodpanda， 一夜之间被连刷20多次，损失高达8万元。这些受害者即刻向银行通报并报警处理。但尴尬的是，全联、发卡银行和 Foodpanda 三方一开始都拿不出有效解决方案，被盗走的钱一时追不回来。消息一出，人心惶惶。有人声称在暗网上出现了全支付的资料库贩卖讯息，让大家怀疑全联的资安出了大漏洞。全联方面随即否认，强调系统运作正常，没有客户个资外泄，并在11月6日发表声明辟谣。同时，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也介入调查，要求全支付在11月17日前提交书面报告。后来金管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指出，全支付本身其实没有被害，那些盗刷案例是钓鱼简讯诈骗所致。诈骗集团趁全支付推新活动、系统更新之际，大量发送伪装成官方通知的简讯，不少用户误点连结并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 OTP 验证码，结果歹徒就此盗用受害者账户进行绑定支付，疯狂盗刷。短时间内有39名用户中招，被盗刷总金额累计约新台币340万元，而且大部分款项立即被转走，追讨困难。虽然事后证实全支付并非遭到骇客入侵，而是用户受骗导致，但对一般消费者来说，结果没有两样，钱就是在全支付被偷走了。不少人直指全联在资安宣导与风控上有疏失，让不肖分子有机可乘。更重要的是，这些受害者遍及各地，而全联方面最初并未主动提出明确补偿方案，
导致信任度一息下降。大家开始担心，把钱、信用卡都绑在全联的 APP 里，万一还有下一波呢？这起全支付盗刷风波让全联多年经营的数位转型成果蒙上一层阴影，也成为断联行动中网友怒批的重大罪状之一。除了钱被偷，买东西被坑的感受更让消费者火大。全联近来频频被爆出标示不实、标价不准的问题，一来是商品产地标示闹双包或不清不楚，二来是价格标签与结账价格对不上的糗事不断。逛全联的民众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架上写着特价，但到收银台刷条码却发现价格比原价还高，或者标签写着 A 产地，实际可能是 B 产地的货。一些细心的顾客发现这类问题越来越频繁，于是在各大社群的消费者讨论区互相提醒，去全联购物一定要核对发票明细，甚至流传着阴谋论般的质疑，该不会是有人故意标错价来偷偷多赚吧？虽然听起来夸张，但当标价错误成了常态，消费者难免怀疑是不是商家蓄意所为，以提升收益。网络上各种爆料案例四起，有人秀出照片，某商品价格排标，特价99元，但结账却收了119元。也有人发现同一商品架上2种产地标签，搞不清到底来源何处。在这波风波中，最离谱也最轰动的是一颗哈密瓜标价3465元的照片刷遍网络。照片中那颗平平无奇的哈密瓜被贴上日本青森土岐苹果的标签，售价高达3465元，让人大跌眼镜。这张图引发群嘲，大家纷纷讥讽全联物价有多离谱。然而事后查明，这起天价哈密瓜其实是有人恶意贴错标签制造的乌龙，并非全联员工贴错价。全联随即澄清这是消费者刻意恶搞的个案，已经报警调查，不排除依法追究恶作剧者的责任。即便哈密瓜事件是一场恶意误导，但平心而论，全联近期在标价管理上的漏洞确实不少，导致谣言容易以讹传讹。面对接二连三的标价争议，全联在2025年11月下旬终于公开致歉，表示对于价格标示管理不周深切检讨，将采取改进措施，包括逐步将全门市改用电子价签，以杜绝人工标示错误的情况。这算是全联难得正面回应民间批评的一步。然而在许多消费者心中，连续出现的标价乌龙已经重创他们对全联价格公道性的信心，买东西还得随时提防被多算几块钱。这种感觉一传十，十传百，很难不让人心生反感。谈完顾客，不能不提全联内部的劳工权益争议。全联对外宣称打造幸福企业，员工是家人，但许多现任或前任员工的经历却揭露了另一面。早在2017年，全联就爆出过一起令人心痛的事件。5·1劳动节这天，在全联工作10年的一位罗姓女员工于台中北屯区某门市上班时，因颅内出血昏倒，7天后不幸离世，家属悲愤交加，在死者百日时召开记者会，控诉全联是血汗企业。他们指出，全联长期以来班表造假，掩盖超时工时，不是用机器人代打卡，就是规定员工准点广播打卡下班，但实际继续工作，导致考勤记录上看不出严重超时。更离谱的是，公司明知该员工有高血压等健康问题，却仍安排他进冷冻库搬货出货，最终疑因劳累过度引发脑溢血猝死。这起事件当时震撼社会，舆论哗然，脸书上还因此成立了抵制血汗全联的社团，号召大家暂停消费以示抗议。然而时间荏苒，8年过去了，到了2025年，全联一方面对外宣传企业转型升级，自诩为幸福职场，但另一方面，基层员工的爆料却显示老问题依旧存在。有在全联卖场服务过的网友分享经验，全联常常一个人要身兼数职，补货、进货要跑，结账柜台也可能只排一人值守。所以我们逛全联时，才总是听到扩音器里那句熟悉的请支援收银。人力紧缩下，员工疲于奔命是常态。有员工透露，根据线上薪资资讯平台的统计，全联第一线门市人员平均实领薪资不到3万元，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媒体也挖出了劳动主管机关的记录。YouTuber志奇77在9月的一期影片中引用资料指出，
全联是违反劳基法的常客，在全台企业违法排行中名列前茅。劳动部违法查询系统显示，就2025年一年，全联实业及其分公司新增了6件劳基法相关违规处分，包括未依法给付加班费、超时工作未给休息、发生职业灾害未通报，甚至低报员工投保薪资等各种案例。违规项目五花八门，几乎把劳动法令踩了个遍，难怪被讥为劳基法违规大户。由此可见，全联对内的人力成本控制相当强硬，但这些节省开支的手法实质上伤害了劳工权益。还有更荒唐的，全联与外送平台合作推行 PX 小时达服务，本意是要提高营业额，方便顾客，但有内部员工在社群爆料，为了冲业绩，公司竟变相要求店员自己掏腰包下单。因为每天的外送订单量若达不到目标，主管就暗示门市员工用 Foodpanda 自己订购本店的商品，再由外送员把订单送回自己店里交货。如此一来，业绩数字就被灌上去了。员工们迫于无奈，只好匿名订购几瓶饮料零食，眼睁睁看着外送员从自己店里取走商品，又递给自己，好不荒诞。这种自欺欺人的业绩玩法，实质是要员工自己买自己的业绩，员工不但多花钱，还白忙一场。难怪有自称全联员工的人在 Threads 上怒发文，表示每天看着生意这么好，人手却这么不足，自己领不到3万块薪水，心中就一把无名火。他痛斥全联对外营造欢乐形象，每天官网社群小编在那里插科打诨，但基层员工的血汗与辛酸外人看不到。他更号召大家断联行动启动，消费者无需争吵，只要用选择行动从今天开始跟全联断联，换别的店买东西。这段振臂一呼的文字获得大量网友共鸣转发，也将全联的劳资问题赤裸裸地摊在阳光下。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超市业者的命脉。然而全联最近也在食安方面接二连三出包，让人对他销售的食品敢怒不敢吃。首先是一件震惊全台的毒蛋事件——芬普尼毒鸡蛋风波。2025年11月初，彰化县卫生局抽验蛋品时，验出有鸡蛋含有杀虫剂芬普尼残留，属于违法的毒蛋。进一步追查发现，受污染的问题鸡蛋已在市面流窜，而且数量多达15万颗，流入全台9个县市的通路贩售。全联福利中心不幸也在通路名单之列。各地卫生单位在11月4日、5日陆续对外公告消息，要求相关通路立即将问题蛋下架，并提供退换服务。照理说，这种重大食品危机下，业者应迅速警示消费者。然而有爆料指出，高雄凤山的一家大全联门市，全联并购大润发后改称大全联，在接获官方通知的第一时间，没有积极通知购买该批鸡蛋的消费者可以退货，处置消极。也就是说，一般不知道消息的顾客可能继续吃下毒蛋，而全联未主动提醒。事后高雄市卫生局对此相当不满，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开罚该门市，处以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款法规范围，实际罚金带裁量。全联因这起事件被扣上了食安不力的帽子，毕竟身为贩售通路，没能在危机时刻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让人疑虑他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无独有偶，就在毒蛋事件前不久，台湾鲷鱼也让全联卷入一场乌龙食安风波。2025年10月，高雄市卫生局前往全联的某门市抽验一款台湾鲷鱼排，检验结果居然验出不得检出的动物用药残留一种名为恩福喹诺酮酸 （Enrofloxacin） 的抗生素。消息传出，消费者再次哗然，难道全联卖的鱼也有药残超标？供应该批鱼的渔业合作社则喊冤，立即拿出 SGS 检验报告，强调同批次样品都检验合格，未检出任何药物残留，质疑官方检验可能有误。高雄卫生局起初坚持检验过程严谨，但当时仍下令全联下架该批鱼产品，并进一步调查源头。没想到峰回路转，拖到12月初，真相大白，原来是检验单位乌龙一场。高雄市卫生局在12月4日公开道歉，说明经内部调查，发现当初化验时仪器设定出错，把检测灵敏度放大了10倍，导致原本应该判定为未检出的数据被错算成
超标不合格。也就是说，全联贩售的台湾貂其实没有药物残留问题，属于卫生单位乌龙误报。目前，卫生局已将此案主动移送司法调查，以厘清责任。虽然台湾貂事件最终证明市场误会，全联算是被冤枉了一回，但回想在结果揭晓前的1个月中，媒体和舆论可没少拿这事来质问全联的品管。加上前面提到的毒弹事件，还有网络上流传的某些传言，例如质疑全联为了价格低廉从中国进口农渔产品等等，多重因素下，食品不安全也成了全联近期背上的黑锅之一。对超市而言，这种质疑无疑是重创，因为老百姓每天买菜买肉，信任是根本，一旦信任崩盘，生意也就无从谈起。上述垄断、资安、标价、劳权、食安种种争议像干柴一样越积越多，终于在2025年11月被一把火点燃。而这把火熊熊燃烧的战场不是在传统媒体上，而是在年轻人聚集的新兴社群平台 Threads。 11月开始， Threads 上有网友陆续发文控诉全联的种种不是，把前面提到的罪状条条列出，引起广大回响。一传十，十传百，短时间内形成了一股抵制全联的线上风潮，大家纷纷在贴文留言响应，甚至发想出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口号：断联行动。这其实是一语双关，表面上是指断绝和全联的关系，谐音又刚好对应了全联的店名，创意十足。就这样，断联行动迅速爆红，在 Threads、脸书等平台上到处可见网友分享自己抵制全联的原因。有的人强调市场被垄断导致物价飞涨，有的人愤怒于全支付出包不认账，有的人列举在全联买东西被多收钱的经历，也有人替全联员工抱不平，甚至还有激进的声音把全联形容为学某大国集权，说什么用廉价的问题食品赚人民的钱，现在还想用提告打压言论等等，上纲上线，情绪激烈。可以说，这场风波已远超一般的消费抱怨，带有一种社会运动的态势。全联过去树立的平民形象，在网络世代的言论洪流中被撕裂瓦解。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抵制浪潮虽然由年轻世代主导，但其影响力开始外溢。不少长辈轻轻一问，最近全联怎么了？年轻人就会纷纷解释，他家最近很夸张，出事了。于是长辈们也开始将信将疑。有些原本每天习惯去全联买菜的婆婆妈妈，也因孩子的一句提醒，改去传统市场或其他超市选购。30几天的时间，全联从过去大家省钱时的第一选项，变成了人人侧目的对象。不能不说是近年台湾零售业少见的社群公关危机。面对排山倒海的舆论挞伐，全联当然不可能坐视不理，他们采取了几步公关策略，试图灭火。首先，在11月中旬风波正烈时，全联火速发布声明，严正否认网络上的各种指控，强调相关言论多属未经查证的不实资讯，以严重损害公司声誉，误导大众。他们甚至放话说已经截图存证，将请法务单位采取法律行动。这番强硬表态其实剑指那些在 Threads 带头发难的网友，意思很明白，全联不排除提告，绝不允许谣言肆虐。一时间，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在网上引发新一轮论战。支持者认为有些传闻确实失真，全联维护商誉是应当的，但更多人觉得全联不反省自身问题，反而想用法律手段晋升消费者，这态度很有中国式维稳的味道，反而激起更多反感。或许意识到硬碰硬无助，平息众怒，全联接着在部分争议议题上低头认错。前面提到，他们对标价事件公开道歉，承诺改用电子价卡改善问题，同时也在官网和媒体上重申，全支付系统没有外泄个资，呼吁大家放心使用。盗刷事件属社会诈骗，并非公司疏失。然而对于劳工问题和垄断批评，全联则采取了较为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劳动权益部分，他们强调公司近年持续改善员工待遇，如调薪、缩短工时等等，希望外界不要以单一事件抹煞努力。对于市场垄断的质疑，则强调并购大润发后仍保留原有供应链多样性，全联商品价格仍是市场上最具竞争力之一，绝无操控物价的企图。
到了11月下旬，随着媒体报道的跟进和政府单位的说明，一些极端说法陆续被澄清，例如前述台湾雕药物残留属乌龙，并非全联卖毒鱼，全支付资料库没有真的在暗网外泄等等，这使得断联行动的激情稍稍趋缓。一些原本喊打喊杀的网友也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全联犯的错，其他通路其实或多或少也有过，只是这次全联一次撞到所有地雷才引爆民怨。毕竟像标价出错、食安风险、劳工超时等，在其他卖场或企业身上也曾发生，只是没有像全联这样同时间被聚焦放大。所以也有人开始呼吁理性看待，不要让一场网络公审演变成猎巫。那么问题来了，全联真的会完蛋吗？从商业角度看，短期内要说全联因此倒下，可能言过其实。毕竟全联的市占率、通路网络非常惊人，它早已深深嵌入许多台湾人日常生活，非一朝一夕能被取代。许多忠诚顾客，特别是中高龄族群，未必会使用 Threads 这类社群软体，他们对这场风波的感受相对没那么强烈，该去全联买菜还是照去不误。从近期营收来看，全联并没有出现剧烈下滑的数据，至少目前为止，因此断联行动更多是在网络舆论场上给全联颜色看，象征意义大过实际对营运的直接冲击。然而长远而言，这场史无前例的社群信任危机绝对给全联敲响了一记警钟。年轻世代的消费者正在崛起，他们对企业形象、伦理以及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如果全联不能彻底改善那些被诟病的问题，比如调整与供应商的合作机制更加公平，强化资讯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严格自我要求食品安全，还有切实改善基层员工的待遇与工作环境，那么未来类似的抵制风波还可能卷土重来，而每一次信任流失累积起来都会成为品牌难以修复的伤痕。从庶民经济的好帮手到全民嫌弃的垄断霸主，全联的品牌形象在2025年的年底经历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这场风波也让整个零售业看到，在资讯爆炸的时代，再大的企业都经不起社群舆论的怒火，如果没有及时应对并真诚改革，即使是龙头老大也可能被拉下神坛。全联会不会完，也许没那么快倒下，但它绝不能无视这次消费者集体发出的警讯。对全联而言，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宣称清白或者尝试灭声，而是重建信任，用实际行动证明它依然配称为消费者的好邻居、好伙伴。最后，我们拭目以待全联接下来的表现。如果它痛定思痛，彻底调整经营思维，或许还有机会拨乱反正，重新赢回民心。但若是一如既往敷衍了事，那么全联真的要完了，可能就不再只是耸动的标题，而会渐渐成为残酷的现实。消费者已经用行动发声，未来的故事要怎么写，就看全联自己怎么做了。今天我们要来揭开一个长久以来被奉为全民信仰的慈善帝国幕后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横跨全球、信徒无数的慈济功德会。在台湾提起慈济，过去人们往往肃然起敬，它代表着大爱与慈悲，代表着救苦救难的力量。然而近年来，这座昔日被抬上神坛的慈善圣地却卷入了一连串争议漩涡，从全民崇敬到备受质疑，慈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真相或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也更加令人震惊。要讲慈济的故事，我们得先从它的起源开始说起。时间回到1966年，那是在台湾东部花莲的一个小诊所里，一位年轻的比丘尼证严法师亲眼目睹地上一滩刺目的鲜血。据说这血迹来自一名贫苦的原住民产妇，她因为付不起新台币200元的保证金，被医院拒于门外，最终在回家路上失去生命。那一滩血深深刺痛了证严法师的心，他悲悯世间苦难，立下宏愿，要创立一个以慈悲为怀、济世救人的团体，帮助那些无法负担医疗费用的穷人。就这样，证严法师号召了当地30位家庭主妇，每人每天省下5毛钱，积少成多，
用这滴滴爱心之水汇聚成江河，救助贫病，慈济功德会的雏形由此诞生。这个一滩血的故事在慈济圈内广为流传，成为慈济创立的神圣传说。多年来，它感动了无数人加入捐款行列，也被写进慈济的刊物和宣传影片中。然而，您可能想不到的是，这段看似崇高的创办传奇，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场司法风波。2003年，花莲当地一位已故医生的子女跳出来指出，证严法师口中那位拒收产妇的黑心医生，影射的就是他们的父亲，并表示从未发生过这样见死不救的事情。换言之，他们质疑一滩血的故事真实性，认为这只是为了募款而夸大的宣传。于是，他们一纸告上法院，控告证严法师涉犯诽谤。消息一出，震撼了社会大众。谁能想象慈济的创始故事会被指为虚构？一时间，神坛般的慈济形象出现了一丝裂痕。官司缠讼中，证严法师亲自出庭应诉，最终刑事部分法院判决证严法师无罪，但在民事求偿部分，法官认为证严法师对故事的描述有夸大、不够严谨之处，判决慈济方面败诉。简而言之，法院并未认定证严恶意杜撰谣言，但也指出这动人传说可能与事实有所出入。对崇敬慈济的人而言，这结果多少有些尴尬。原来连慈济创办的起点都可能染上一点传奇加工的色彩。证严法师最后选择不再上诉，表示不愿让年迈的当事人继续奔波。这场风波彷佛是给慈济神话投下的一颗小石子，激起圈内圈外些许涟漪。但彼时，多数人仍愿意相信慈济的初心，相信这仅是一场误解。慈济慈善帝国的扩张之路并未因此停下脚步。回顾慈济一路走来，从1960年代的寂寂无名，到后来成长为台湾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民间慈善组织之一，只用了短短数十年，这背后是无数点滴善念的累积。70年代起，愈来愈多人被慈济强调的慈悲喜舍、精神感召加入每月捐款的行列。那些最初日存5毛钱行善的家庭主妇们，带动出一股全民行善风潮。到了80年代，慈济的力量已不可小觑，募款金额节节攀升，会员人数暴增。更重要的是，慈济建立了一套慈济式的慈善文化，他们不强制信仰，不介入政治，只默默做善事，以身教感化人心。证严法师常说，只要人人心存善念，社会就会更好。这种朴素信念获得广泛共鸣，许多善心人士不仅捐款，还身体力行参与志工行列。慈济志工走入贫民窟送物资，深入偏乡义诊施医，甚至主动在街头巷尾捡拾垃圾，推动资源回收，以具体行动诠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随着基础雄厚，慈济开始更大规模地投入医疗与教育领域。1986年，慈济在花莲创办了第一所慈济医院，为贫病者提供医疗服务。90年代又设立静思精舍和慈济大学，培养慈善人才。此外，慈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4大志业、8大脚印的完整体系，慈善、医疗、教育、人文4大志业齐头并进。同时，在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和社区志工等8个面向全面耕耘。这种全方位的经营模式使慈济成为一个独树一帜的慈善王国。慈济的据点也如雨后春笋般拓展，不仅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分会与联络处，甚至远至美国、东南亚、非洲都有慈济人的足迹。正因为如此，慈济不局限于台湾本土救援，他们秉持赈灾无国界的理念，只要哪里发生天灾人祸，就尽力伸出援手。从1991年中国大陆华东水灾，到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再到2004年南亚海啸，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与海地强震，甚至2011年日本福岛震灾，都可以看到身穿蓝白制服的慈济志工出现在救援现场。这些义举让慈济赢得国际声誉，也让更多台湾民众因有这样的团体而感到骄傲。短短几十年间，慈济就从东部一隅的小莲花成长为根植台湾、放眼全球的巨大莲池。
被人称作慈济现象。进入21世纪，慈济的版图仍在持续扩张。据统计，慈济在全球已建立约680多个据点，拥有超过100万名委员与慈诚志工，弥合成一张无远弗届的慈善网络。在台湾本土，进入21世纪初，慈济在台湾的声望可谓达到巅峰，它成为无私奉献的代名词。无论地震、风灾、火灾，只要有灾难，就有慈济的身影。他们赶在第一时间驰援，发放粮食，搭建临时庇护所，甚至在震后为灾民兴建大爱村永久屋，协助重建家园。慈济志工端着热腾腾的素食粥送到饥寒交迫的灾民手中，他们拿着扫帚清理瓦砾，在废墟中为绝望的人们带来安慰。那一身整齐朴素的蓝白志工服成了爱心与效率的象征。有人形容台湾有3大奇迹：便利商店、夜市小吃和慈济志工。从普通街坊到社会贤达，无不对慈济竖起大拇指。许多长辈视证严法师为当代观世音菩萨化身，逢人便赞颂慈济真的在做好事，帮助苦难人。在那段岁月里，慈济几乎成了一种全民信仰，它跨越宗教、党派与族群界限，在台湾社会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声望。然而古语云：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就在慈济如日中天之际，一些潜藏的阴影也开始浮现。长久以来，由于慈济享有的崇高地位，社会大众对其内部运作缺乏深入了解，更遑论监督批评。多年来，少有人公开质疑慈济，就连政府部门在面对这座民间巨无霸时也显得谨慎。然而当组织庞大到一定程度，各种问题往往难免滋生。21世纪初，已有零星声音开始问，慈济募得这么多款项究竟如何分配？组织决策是否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位领导？慈济志工庞大的纪律与动员力背后，是否也存在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这些疑问在当时仍如风中细雨，未掀起太大波澜。真正让慈济陷入信任危机的，是发生在2015年前后的一连串事件，那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块块击碎了慈济过去累积的完美形象，把这个庞大的慈善帝国推向前所未有的风暴中心。这起风波的序幕发生在2015年初的一个清晨，在台北市内湖区的大湖公园旁，青翠山坡笼罩薄雾，空气中却弥漫着一丝紧张。数十名当地里民和环保人士手持抗议标语聚集在山脚下，神情严肃。标语上写着：保护区不能变建地，反对破坏环境。另一边也有几位慈济信众静静伫立，双手合十，祈祷园区计划能顺利推动。当旭日东升，金色阳光映照在人们脸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情跃然眼前。一场信仰与环境的拉锯战就此在晨曦中拉开帷幕。先来说说引爆争议的第一张骨牌：台北内湖保护区开发事件。2015年，慈济计划于台北市内湖区五指山附近兴建一座大型园区，名为慈济内湖社会福利园区。按照慈济的构想，这里将盖起环保教育中心、志工大楼，甚至可能包括一所医院，以提供台北都会区更完善的慈善服务。然而，有一个关键问题，慈济所拟开发的土地依法划定属于生态保护区。这片位于大湖地区的山坡地绿树成荫，是台北市仅存的不多的自然保护地带之一。当地居民与环保团体闻讯后大为紧张，担心慈济动工将破坏生态，引发环境负担。他们质疑，一个提倡爱护众生的慈善团体怎能跑来开发保护区？难道慈济为了自己的扩张可以不惜牺牲环境？随着慈济提交变更地目申请，内湖开发案迅速成为媒体焦点，一时间舆论哗然。支持者认为慈济作为公益用途应该予以通融，但反对声浪更是汹涌。许多人愤怒地表示，保护区就是保护区，换了谁都不能开发，就算你是慈济也不行。让争议升温的是传出慈济方面疑似对舆论施压的消息，有环保人士在公车车身上刊登反对广告，点名批评慈济违法开发，岂料广告很快下架，引发广告被神秘力量撤掉的猜测。同时，有媒体记者爆料，采访内湖案时遭到某些单位的关切，
报道压力骤增，甚至连慈济自家的大爱电视台当时也制作节目，强调开发案的合理性与慈悲出发点，企图缓解外界疑虑。但这些举动反而适得其反，让更多民众觉得不满。过去亲切谦和的慈济怎么像变了样？为了达成目的，不惜动用影响力压下批评声音，这还是我们心目中那家高尚的慈善团体吗？争议延烧之际，新上任的台北市长也公开表态反对此案。他直言不讳地质疑，为什么有人买保护区的地来开发？这很奇怪啊！此话一出，犹如一声惊雷。过去政坛对慈济多有忌惮，甚少有人如此直言批评，但市长的发声给了反对方极大鼓舞。终于，在居民抗议与舆论压力下，慈济方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形象危机。他们在花莲静思精舍举行记者会，宣布深感不安，决定撤案，内湖园区开发计划就此暂停。这场风波是慈济创立以来首次在公共政策上碰钉子，对其圣洁光环造成重大冲击。许多台湾民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慈济也会犯错，也会引发公愤，并非永远正确、毫无争议的完美存在。内湖案庞佛撕开了一道口子，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慈济这个庞然大物。内湖事件之后，紧接着浮上台面的是关于慈济资金运用和财务透明度的质疑。多年来，慈济累积了海量的善款与资产，外界却对其内部账目所知有限。在内湖争议的同一时期，一些媒体开始追踪调查慈济的财务状况，结果发现了许多令人咂舌的数字。有人指出，慈济早已坐拥上千亿元新台币的总资产，旗下横跨医疗、教育、媒体等多个基金会，单是正言法师担任董事长的慈济相关法人就多达10数家。慈济常年在台湾各地募款，还接受许多土地和财产捐赠，以致拥有庞大的土地资源。有批评者形容，慈济俨然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地主。据说单在台北市和新北市，慈济持有的土地面积就接近180万平方米，让人咂舌。这些过去从未被细究的惊人资产规模，随着媒体报道浮出水面，让社会大众不禁开始好奇，我们每个月捐出的钱都累积到哪里去了？慈济究竟多有钱？他们拿了那么多善款，是否真正落实在慈善用途？这也凸显出慈济在法律监督上的空白。由于台湾缺乏统一的宗教法人法规范，慈济是以多个财团法人名义分散运作，资产横跨医疗、教育、慈善等领域，各法人之间的资金流动外界难以掌握，政府对这庞然大物也常投鼠忌器，不敢介入过深。换句话说，慈济几乎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长期自主运作却欠缺透明监督。管理如此庞大的资源也并非易事。有人就爆料，慈济早年在中国大陆厦门购地扩建据点时，曾遭不肖人士设局诈走，约新台币7000万元。然而慈济内部对此却云淡风轻，既没有大肆声张，也没有严查纠责，巨额善款就这么打了水漂，让外界质疑慈济的财务管理与内控机制恐怕存在漏洞。很快的，更多惊人的内幕被挖了出来。一些媒体揭露，慈济的账目多年来从未对外公开明细，巨额款项的去向成谜。例如，有消息指出，在某些年度，慈济募得的捐款中，用于实际赈灾救助的比例竟不到 1%， 其余资金则沉淀在账上或投入其他用途。虽然慈济方面澄清各项经费还包含医疗、教育、国际援助等支出，而非全数闲置，但捐款使用率之低还是引发了社会对善款黑箱的疑虑。一时间，假慈善、真敛财的质问响遍舆论场，人们开始讨论，慈济每年募得数十亿元，会不会比一般企业还会赚钱？当公益组织握有如此庞大的资源而缺乏外部监督时，究竟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需要的地方？更刺激人心的是关于投资的爆料。原来慈济基金会不仅募款，还会将部分资金拿去投资增值，而且投资项目令人跌破眼镜，竟包括武器制造商、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这些企业与慈济常年提倡的慈悲不杀生、环保戒烟理念完全背道而驰。消息一出，信众与公众皆哗然，捐给慈济的爱心钱怎能流入枪炮和香烟的生意？难道我们善心养出了一头资本巨兽？慈济方面随后回应称，
美国慈济分会财务独立运作，依照当地常规，会将善款的一部分进行投资，以保值增息，但承认投资标的选择上确实有不妥，日后将进行调整，避免再投资与理念相悖的产业。同时，慈济总会也宣布将提升透明度，包括允许捐款会员上网查询善款流向，每年主动公开财务报表，接受大众检视。这些补救措施正是在风暴中被逼出来的改革。过去谁也没料到，有一天高高在上的慈善龙头也要忙不迭开记者会澄清账目。内湖案与财务黑箱风波双管齐下，慈济多年累积的公信力严重受创，许多过去对慈济深信不疑的人开始动摇，甚至愤怒。网络上出现大量讨论帖和影片，解析慈济的种种黑幕，一时间慈济神话崩坏成为热门话题。短短时间内，网络上涌现许多讨论文章与视频，细数慈济的种种黑料，从慈济5大争议懒人包到慈济10大惊人秘密，各种耸动标题吸引着好奇的目光，点击率动辄破100万。昔日没人敢质疑的神圣形象，此刻庞佛成了全民检视的对象。如此剧烈的反差，令许多慈济志工深感错愕与悲痛。这座昔日不可侵犯的慈善圣殿，似乎正开始动摇。大爱电视台制作流程的争议也在此时被翻了出来。2023年底，知名导演陈宝忠突然在社群媒体发文，揭露他受邀为慈济旗下的大爱电视台拍摄新戏，却在拍摄过程中遭遇离奇对待。原来，大爱台中途无预警腰斩了他承制的新戏《姐的魔法厨房》，不但让剧组血本无归，还要求他赔偿前期投入的制作费。陈导演一怒之下决定提告，并将过程公开在网络上，引发影视圈一片哗然。随着此事曝光，多位曾与大爱台合作的导演、制作人接连站出来爆料，他们揭发大爱电视台内部早有种种离谱乱象，高层人士全凭个人喜好安排，非戏剧出身的主管插手节目内容，导致专业制作团队无所适从。更惊人的是，有些深得高层信任的制作人拍一档戏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扬言拍一部戏就买一栋房子。甚至一位前大爱台制作人林明远公开写信给慈济，直指圈内都知道红包文化盛行，难道慈济高层不知道吗？他感叹，大众点点滴滴捐来的善款怎能被少数人如此滥用？这些爆料把幕后黑幕摊在阳光下，也把大爱台过去清新正面的形象踩得粉碎。有人大胆在公开信中直谏正言法师，请您看看弟子们的贪嗔痴，连佛门弟子的三毒都搬出，可见身为领导的上人也被逼到了墙角。长期以来，大爱电视台是慈济对外宣扬善念的重要窗口，曾制播许多感人至深的节目，但如今他却被指责沦为少数人中饱私囊的工具。对一向自诩清流的慈济而言，无疑是一记重击。许多支持者难以置信地问，难道连慈济的媒体体系都出了腐败？那些受苦受难大众捐出的血汗钱，竟有一部分变成某些人袋中的利益。大爱台事件的余波尚未平息，慈济另一边又爆出让人瞠目结舌的丑闻。2025年年初，热心公益的知名作家苦苓揭发，嘉义大林慈济医院大厅悬挂的一幅巨型壁画《佛陀问病图》，竟是临摹自国外艺术家的原作，涉嫌偷画盗图长达20多年。消息一出，社会哗然。原来这幅看似庄严祥和的佛教画像，慈济从未注明作者，更没有取得授权，等于堂而皇之地侵权。经舆论发酵后，大林慈济医院只得发声明坦诚错误，向原作者致歉，并表示会将画作撤下。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苦苓进一步指出，慈济过去在出版品和影片中也曾多次发生未经授权使用他人素材的情况，可谓前科累累。此语虽重，却令人无法反驳。一个讲求戒律与诚信的佛教团体，怎会在知识产权上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而且一犯就是多年，若非外界揭露，恐怕还会一直挂下去。这不禁让人怀疑，慈济庞大的体系中，是否已有部分角落对是非对错变得迟钝，缺乏基本的自我检视。除此之外，民间对慈济的批评还有许多层面，还有些事件则是慈济被迫卷入他人丑闻的漩涡。
例如，某大型企业董事长曾深陷黑心食品安全丑闻，但他同时也是常年捐助慈济的虔诚会员。当此事曝光后，社会舆论期待慈济表明立场，甚至退还他的捐款，但慈济基金会最后仅低调表示尊重司法，既没有公开谴责，也未对该捐款多做处置。这种态度让部分民众失望，质疑慈济在面对金主过失时选择沉默，是否有违其道德标杆的形象。有网友分享了一段亲身经历，他的一位好友阿明20多岁就开始固定每月捐款1000元给慈济，连续10年从未间断，被慈济师兄师姐视为热心会员。直到有一年，阿明突然失业，经济陷入困顿，只好暂停了每月的捐款。没想到才过2个月，2位慈济志工便亲自登门拜访，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也含蓄地提及最近都没看到您的捐款了呢。阿明尴尬又难过，只得如实说明自己失业无力负担。对方虽然言语上安慰他要保重身体，但话锋一转，又鼓励道：行善累积福报的事不能间断哦，暗示他即使再难也应继续捐款。送走志工后，阿明心里五味杂陈，多年来他真心付出，难道在对方眼中自己只是个每月固定掏钱的提款机吗？这段经历在网上曝光后引发许多讨论，不少人表示也曾遇过类似情形，觉得个别慈济志工在劝募时给人的压力过大，有情绪勒索之嫌，甚至慈济志工们身穿制服集体行动的画面也被年轻世代戏称为蓝蚂蚁军团，借昆虫群体谐称其高度组织化的动员方式，言下亦有调侃其宗教色彩浓厚，成员欠缺个人思辨之意，种种负评交织成网，让慈济长久以来建构的圣洁形象几近瓦解。回顾50多年来慈济走过的路，曾几何时它是无数人心中的标杆与希望，而如今却深陷信任危机。我们看到一个庞大的组织如何从万人拥戴走到饱受质疑，这过程令人不胜唏嘘。然而批评归批评，多数人内心其实仍然期盼慈济能迷途知返，革新求变。毕竟慈济过去的善行累积下深厚的基础，遍布全球的志工网络，各领域的慈善事业，以及千千万万曾被帮助过的受惠者，都是他宝贵的资产。百万捐款人的善念也不应被辜负。正因为大家对慈济曾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今日才会对他的瑕疵倍感失望。或许危机正是转机的开始。越来越多理性声音呼吁慈济诚实面对问题，例如知名时事 YouTuber 志奇77就在影片中忠言相劝，慈济必须调整改进营运方式，踏实地一点一滴重建社会大众的信任。这段话可谓切中了要害。面对连番的风雨，慈济的掌舵者正言法师心情也备受考验。据悉，在那些争议最猛烈的日子里，正言法师曾于内部共修场合哽咽落泪，感叹道：社会大众的批评必然有其因，一定是哪里做得不够，才会让大家误解。他勉励弟子们勿气馁怨天，反而要更谦卑地自我检讨，踏实改进，千万不能忘了当初那一念善心。法师的一番话令许多志工潸然泪下，他们回想起自己加入慈济的初心，不也是为了帮助苦难中的陌生人，为世界带来一点光吗？这份初心至今依然烫在胸口，即便外界风言风语，此刻依然有成千上万的慈济志工每天奔走于医院、贫民区和灾区，用行动书写着人间的温暖。他们当中多是平凡的阿公阿嬷、叔叔阿姨，有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却相信行善不分能力大小，有心就能做。正是这千万万普通人的善念与付出，撑起了慈济半个多世纪的壮举。那些质疑的声音固然让人心痛，但也逼得慈济更谨慎地审视自己。或许正是要经过这般淬炼，慈济才能去无存精，回归它创立时最纯粹的模样。透过慈济的起落兴衰，我们也看到了一道发人深省的光。当善心汇聚成庞大的组织力量，如何确保这力量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进？对慈济而言，眼前的阵痛正是一堂深刻的课。唯有制度健全、公开、透明，才能既避免好心被误解，也防止任何少数人滥权。有专家指出，台湾公益界或许应以此为契机，推动更完善的法规，
来规范大型慈善组织的财务运作和治理，让爱心不再是凌驾监督的理由。这些反思与改变不仅攸关慈济的未来，更攸关整体公益环境的进步。另一方面，随着岁月流转，证严法师本人也已届高龄，慈济未来的接班和定位同样备受关注。这位创办人以一己之力缔造的慈善版图能否平稳传承？新一代慈济领袖是否有勇气承担改革重任，在维系热忱善心的同时，引入现代管理的透明与问责？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慈济将面临新舵手的诞生，那将是另一个关键转折点。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只要社会上仍有苦难存在，就仍需要有人点起慈悲的灯火。慈济的故事庞佛是一场当代的神话考验，它提醒我们，再光芒四射的圣殿也有人性的一面，再令人敬仰的组织也需要接受批评与监督。从全民信仰到争议缠身，慈济经历的起伏令人唏嘘，却也并非没有希望。神话破灭后，如果能以凡人的身份重新出发，脚踏实地地累积信任，那么昔日的荣光未必不能重现。我们相信，只要初心未泯，诚意仍在，曾经创造的善的奇迹依然有机会再现。未来慈济会倒下亦或重生，曾经没人敢质疑的帝国还能否回到人们心中神圣的位置？答案将随着时间揭晓。我们所能确信的是那一句亘古不变的箴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慈济能否在这场信任危机中交出一份圆满的答卷，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今天我们要来看全球最健康的10种水果排行榜。在这份权威榜单中，许多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平时被誉为超级食物的蓝莓竟然只排第5，常见的葡萄也只排在第10名。而排在第1名的水果，据说每天吃甚至能让人健康长寿到120岁，连医生听了都直呼不可思议。究竟哪些水果入榜？它们为什么这么厉害？现在就让我们从第10名开始，一路揭晓这10大最健康水果的真面目。首先，第10名是葡萄。没错，就是大家熟悉的葡萄，而且特别指的是紫葡萄。很多人一想到葡萄，可能只觉得它甜滋滋的糖分高，但葡萄其实富含强大的抗氧化营养。紫色的葡萄皮中含有大量类黄酮等植物化合物，例如今年很火的白藜芦醇就存在于红葡萄皮中。这些成分对心脏有多重保护作用，可以帮助提高好胆固醇，抑制坏胆固醇氧化，还能减少血栓形成，从而保护心血管健康。有营养学家形容葡萄给心脏提供了3重保护。难怪地中海饮食中常会出现葡萄与红酒。适量饮用红酒被认为有益心脏，就是因为葡萄中的抗氧化物在发挥作用。如果不喝酒，直接吃新鲜葡萄，同样能获得这些好处，而且避免了酒精的副作用。除了保护心脏，紫葡萄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钾、铁等矿物质，对增强免疫力和造血功能也有益处。不过葡萄的含糖量较高，吃的时候也要适量均衡。但总体而言，葡萄能入选前10，靠的就是它那一颗颗小小果实中蕴含的大能量，尤其对心脏与血管的养护效果，让它成为健康水果排行榜的第10名。接下来揭晓第9名，葡萄柚。葡萄柚是一种带有苦甜滋味的柑橘类水果，有时也被称为西柚。许多人在减肥食谱中都看过葡萄柚的名字，因为它热量低，纤维高，而且充满维生素。葡萄柚最突出的营养优点就是维生素 C 含量极高，一颗中等大小的葡萄柚就几乎能满足人体一天所需的维 C， 这对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非常有帮助。维生素 C 同时也是强抗氧化剂，可以对抗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老化和发炎的风险。除了维 C， 葡萄柚还含有钾、叶酸以及一些独特的植物化合物，尤其是红肉或粉红色的葡萄柚富含茄红素，这种抗氧化物对心血管和前列腺健康都有益。有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葡萄柚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对心脏有保护作用。此外，葡萄柚水分多，又富含纤维，吃上一颗会有明显的饱足感，能帮助控制食欲，这也是它受到减重人士喜爱的原因。但是要提醒的是，葡萄柚所含的某些物质会影响肝脏酶的作用，
和某些药物一同食用时可能干扰药效，所以正在服药的人要咨询医生意见，避开与葡萄柚同食。总的来说，葡萄柚凭借高维 C 和独特的营养价值，在健康水果中占有一席之地，稳稳地排在第9名。第8名是月菊，也就是蔓越莓。这种小红莓果可能不像前面几位那样常见于日常水果篮，但它的健康功效早已广为人知。蔓越莓最出名的作用就是预防泌尿道感染，特别是对女性很有帮助。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听过，喝蔓越莓汁有助于防止膀胱炎、尿道发炎等问题。这是因为蔓越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原花青素，它可以防止致病细菌附着在我们尿道和膀胱的黏膜上，细菌抓不住，自然就难以引发感染。每天适量饮用未加糖的纯蔓越莓汁，被认为能够降低反复尿路感染的发作几率。连部分医生都会建议容易泌尿道感染的患者试试蔓越莓产品。除了这个独特功效，蔓越莓本身也是营养丰富的浆果，它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膳食纤维，还有多种植物抗氧化物质，可以保护心血管和抗炎抗老。蔓越莓酸酸甜甜的口感使它常被制成果干或果汁。如果觉得纯蔓越莓汁太酸，可以适当稀释或加入其他水果调味，但最好不要加太多糖。总之，蔓越莓能够入选健康水果前10，靠的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因为它在预防泌尿系统疾病方面的独特表现，这是许多其他水果难以替代的。紧接着我们来看看第7名，樱桃。红润诱人的樱桃不仅好吃，还蕴藏着保护健康的大能量。樱桃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它对心脏的好处。樱桃中含有花青素这类强效抗氧化物，能减少体内的发炎反应，对心血管系统是一种保护。研究发现，经常食用樱桃可以降低体内的 C 反应蛋白水平，这是一种发炎指标，从而有助减少心脏病风险。换句话说，樱桃能帮我们灭火，避免血管受到过多炎症伤害。此外，樱桃还富含钾元素，有助于调节血压，钾能平衡体内过多的钠，减轻高血压的风险。很多长辈喜欢樱桃，因为它还被认为对关节健康有帮助。樱桃中的花青素和花色苷具有抗发炎、减轻痛风症状的作用。一些痛风或关节炎患者吃樱桃或喝樱桃汁，发现关节疼痛和肿胀有所缓解，痛风发作频率也下降了。尤其是酸樱桃，又称塔特樱桃的汁液被拿来作为天然的抗炎饮品。在睡眠领域，樱桃也有一点惊喜。酸樱桃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这是调节睡眠的激素。有研究显示，睡前喝些酸樱桃汁能帮助改善睡眠品质。当然，一般我们食用的甜樱桃主要还是补充营养与抗氧化。樱桃中维生素 A 含量丰富，还有一定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这些营养有助于增强免疫，保护皮肤和视力。整体而言，小小的樱桃对人体健康的贡献可不小，保护心脏、抗发炎、助睡眠等等，使它成功跻身全球最健康水果的第7名。再往上看，第6名是甜瓜。这里的甜瓜指的是哈密瓜、香瓜等瓜类水果，特别是成肉的甜瓜，例如哈密瓜、网纹瓜，它们的营养价值非常突出。甜瓜为何能打败前面那么多对手？原因就在于它是名副其实的维生素宝库。首先，甜瓜富含维生素 A， 那诱人的橘黄色果肉正是因为含有大量贝塔、胡萝卜素这种成分，在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对眼睛和皮肤极为重要，常吃甜瓜有助于维持视力健康，预防夜盲症，同时也能促进皮肤和黏膜的修复。难怪有人说哈密瓜是护眼水果之一。其次，甜瓜还拥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一碗切块的哈密瓜就能提供日需维生素 C 的大半以上，这让甜瓜成为增强免疫力、抗氧化、防老化的优良水果选择。此外，甜瓜的水分含量高达90%，又富含天然的电解质钾离子。夏天吃上一片汁多清甜的哈密瓜，既解渴补水，又补充流失的矿物质，比运动饮料还天然健康。不仅如此，甜瓜还提供膳食纤维，帮助肠道蠕动，维持消化系统健康。它热量不高，脂肪几乎为0，作为零食或饭后水果非常清爽无负担。
综合以上，甜瓜可以说是维他命 A 和 C 的强力提供者，又兼具水分和纤维，难怪被称作补充营养的理想食物。能同时给身体多方面益处的甜瓜，稳稳地站上了最健康水果榜单的第6名。现在轮到第5名，蓝莓。蓝莓可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健康明星，被称为超级食物的一员。然而在这份排行榜中，它只位居第5，或许让不少人惊讶。蓝莓到底厉害在哪里？首先，蓝莓拥有令人称道的抗氧化能力。它那深蓝近紫的颜色来自于丰富的花青素，这是一种强效抗氧化物质。据分析，在常见水果中，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名列前茅。花青素能够中和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从而减缓衰老并预防多种慢性疾病。换句话说，多吃蓝莓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抗老防锈。不仅如此，科学家还发现蓝莓对大脑也有特别的益处。蓝莓中的抗氧化剂和植化素可以促进大脑神经元的自我修复，改善讯息传递。一些研究对年长者进行测试，结果显示，每天吃蓝莓或喝蓝莓汁的组别在记忆力和认知测验上表现更好。这意味着蓝莓有助减缓认知退化，被戏称为可以让脑袋更年轻的水果。另外，蓝莓富含维生素 K、维生素 C 和矿物质锰。维生素 K 对维持心脏和骨骼健康很重要，它帮助凝血和强化骨质，锰则参与新陈代谢和骨骼发育。蓝莓中还有相当可观的膳食纤维和较低的天然糖分，吃蓝莓不会让血糖大起大落，反而有助于稳定血糖与血压。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蓝莓最知名的不就是抗氧化护脑吗？怎么排行榜介绍它是因为减少尿路感染的几率呢？其实这是蓝莓另一项有趣的功效，和它的近亲蔓越莓类似，蓝莓也含有一些可以防止细菌附着的物质。虽然效果不及蔓越莓明显，但有研究指出，经常食用蓝莓的女性，尿道感染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可能正是看中了这点，榜单将减少尿路感染几率作为蓝莓的上榜理由之一。总而言之，蓝莓凭借全面的营养和强大的抗氧化、防老化能力，成为当之无愧的健康水果明星，在这份全球排行榜中名列第5。第4名则是黑莓。黑莓与蓝莓名字相近，实际上它们是不同科属的水果。黑莓是在欧美相当受欢迎的浆果，长相像放大版的桑葚，熟透时呈现油亮的黑紫色。黑莓能胜过蓝莓位居第4，主要靠一项指标：膳食纤维。根据统计，同样重量下，黑莓所含的纤维是大多数水果的3倍以上，可以说是水果中的纤维冠军。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对健康的重要性，它能促进肠胃蠕动，预防便秘，还能吸附肠道中的胆固醇，并帮助排出，从而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高纤饮食对心脏病和中风的预防极有助益。黑莓含有如此丰富的纤维，难怪对心脏健康毫无疑问有帮助。很多营养师都建议心血管疾病高风险的人多摄取莓果类，就是因为它们兼具抗氧化和高纤维的双重优点，而黑莓正是其中纤维含量最高的之一。除了纤维外，黑莓本身的营养也十分丰富，它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一杯黑莓就能提供将近1天所需的维 C， 维 K 则有助于骨骼健康和凝血功能。黑莓还含有相当多的锰和铜等微量元素，对酵素作用和新陈代谢都有益处。当然，和其他深色莓果一样，黑莓里的花青素、鞣花酸等抗氧化物质也非常丰富，具有抗炎和潜在的抗癌特性。有研究发现，黑莓提取物能抑制某些癌细胞的生长，虽然这还需要更多人体研究证实，但至少说明黑莓的抗氧化防病潜力不容小觑。值得一提的是，黑莓的糖分相对水果中偏低，热量也不高，吃起来酸甜开胃，又不用太担心发胖。唯一的缺点可能是新鲜黑莓在亚洲地区不太容易买到，不过现在进口冷冻莓果很方便，我们也可以享受黑莓的营养。总而言之，黑莓以它惊人的膳食纤维和全面的营养，获得了健康水果中的高分，稳稳占据第4名的位置。来到前3强，第3名是香蕉。香蕉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平民水果，每个人从小吃到大。然而就是这样朴实无华的香蕉，
击败了无数华丽的水果，成为季军，靠的究竟是什么呢？关键在于香蕉富含一种维持生命活动必不可少的矿物质钾。钾元素对人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参与维持心跳的正常节律，帮助肌肉收缩和神经传导，还能协助肾脏排出体内过多的钠，从而调节血压。许多研究显示，摄取足够的钾有助于降低高血压和中风的风险，而香蕉正是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钾果。每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就含有约400毫克的钾，是日常最方便的钾来源之一。可以说，一天一香蕉，血压好控制。除了钾之外，香蕉还富含维生素 B6。维生素 B6 有助于大脑制造血清素和多巴胺等神经传导物质，对稳定情绪和改善抑郁状态有帮助。所以吃香蕉不仅让人充满能量，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香蕉中还含有适量的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健康和免疫功能。特别是香蕉的膳食纤维和果寡糖，可以滋养肠道中的有益菌，调节消化。很多人肠胃不适、腹泻后，医生都会建议吃点香蕉，因为香蕉容易消化，又能补充失去的钾，有助身体复原。事实上，在医学上有个针对胃肠不适的饮食建议叫 BRAT， 其中 B 就代表香蕉 banana， 可见香蕉在保护肠胃方面的温和有效。对运动员来说，香蕉更是绝佳的天然能量棒。我们常常在网球比赛中看到选手中场休息啃香蕉，就是为了迅速补充能量和电解质，防止抽筋并恢复体力。香蕉的果糖、葡萄糖可以立刻提供能量，而纤维则确保能量平稳释放，不至于爆冲。难怪许多世界知名的运动员都将香蕉作为首选水果。总体来说，香蕉价格亲民，随手可得，却蕴藏着惊人的健康价值。它护心降压，补充能量，调节情绪，养护肠胃，可谓内外兼修，能在众多水果中夺得第3名，香蕉实至名归。现在只剩最后2强，第2名是杏。可能有人对杏子并不熟悉，这里所说的杏其实包括新鲜杏果与杏干。在西方的这份排行榜中，杏被高度评价，原因之一是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是一种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的物质。维生素 A 对我们的眼睛和免疫系统至关重要。杏黄色或橘黄色的杏果肉就是满满的胡萝卜素在作怪。吃几颗杏子等于给身体补充了维生素 A 的前驱物，这能帮助我们维持明亮的视力，预防夜晚视力不良，并且增强呼吸道和皮肤黏膜的防御力。不仅如此，杏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抗氧化维生素，可以中和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老化的损伤。杏子的膳食纤维含量也不低，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和维持胆固醇平衡。新鲜杏一般在夏季上市，酸甜多汁，而晒干的杏干则是营养浓缩的小零食，特别富含钾、铁等矿物质。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来说，杏干是不错的补充铁质零食。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长寿传说中，杏还被赋予了长寿果的美名。例如，有一个著名的传说来自于喜马拉雅山区的某个部族，如罕萨人。据说当地人以杏为主要食物来源之一，个个健康长寿，很多人活过100岁，甚至逼近120岁。虽然现代研究发现那些传说有些夸张，但杏确实因为富含营养和健康益处，被视作养生佳品。除了果肉本身，杏的种子也就是杏仁，在中医药中常被用来润肺止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杏类植物对呼吸健康的益处。不过要注意，生杏仁含有一定的氰苷，不能多吃，经加工炒熟才能安全食用。回到水果本身，经常吃杏子可以为我们提供全面的维生素 ACE， 增强抗氧化能力，又补充纤维改善肠道，非常有益健康。可以说，小小一颗杏，营养价值却不容小觑。它能在全球健康水果排行榜拿下第2名，靠的正是深厚的营养底蕴和人们对它防病养生功效的认可。终于来到万众瞩目的第1名，苹果。相信不少人已经猜到了，毕竟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句谚语可不是白来的。是的，在这个榜单中击败群雄夺冠的正是平凡中的伟大苹果。
苹果为什么能被称为全球最健康水果之首呢？让我们慢慢道来。首先，苹果的营养组合非常均衡丰富，一颗中等大小的苹果约含有4克膳食纤维，尤其是其中的果胶属于可溶性纤维，对降低胆固醇卓有成效。经常吃苹果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从而降低心脏病和中风发作的概率。美国有研究指出，每天吃一颗苹果的中老年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明显低于不吃的人群。一项英国的科学分析甚至显示，若给50岁以上的人每天发一颗苹果处方，全国每年因心脏病或中风住院的人数可以减少数千例。这样的数据让医生们都感到惊讶，难怪有人戏称苹果是医生最恨的水果，因为病人吃了苹果就更少生病去看医生了。除了护心，苹果对体重管理也有帮助。苹果纤维丰富且热量不高，吃一颗有饱足感，且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这有助于控制体重。许多美国人甚至每周会挑一天只吃苹果，不吃其他东西，称为苹果日，来达到轻体控重的效果。当然，这种极端饮食方式一般人未必适合，但作为一种例子反映出苹果在减肥人群中的受欢迎程度。苹果还提供维生素 C、钾、抗氧化的多酚等多种营养。苹果中的多酚如胡皮素、儿茶素等具有抗炎和调节免疫的作用。有研究发现，每天吃苹果的人肺功能更好，患哮喘和肺癌的风险更低。这可能与苹果中的抗氧化物保护肺部有关。苹果还富含水分，可以帮助补水和利尿，而其中的钾元素则有助于控制血压，维持心脏健康。可以说，一颗苹果集结了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多种保健物质，是当之无愧的小药房。更有意思的是，苹果的吃法学问多，民间经验和科学研究都提供了不少妙招。一位新加坡的营养专家总结了苹果食用的小诀窍。如果你想减肥或有心血管问题，适合吃甜苹果；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则宜选择偏酸的苹果，因为酸苹果含糖较低。而在食用方式上也有门道，想缓解便秘，可以吃煮熟的苹果，因为熟苹果中的果胶更易促进肠道蠕动。反之，如果腹泻，可以试试削皮生吃苹果，利用其中的鞣酸收敛止泻。每天睡前吃一颗新鲜苹果，据说有助于清除口腔细菌，保护牙龈。同时，苹果中的天然化合物还能帮助肾脏排毒，改善肾功能。天冷时喝点鲜榨苹果汁，对缓解咳嗽和喉咙沙哑也有一定效果。而把苹果蒸熟压成泥，加热后喂食，则是民间流传已久的帮助小孩和老人消化不良的良方。这些经验看似玄妙，其实背后都有苹果营养在发挥作用。可溶性纤维调节肠道，维生素和酸类杀菌消炎等等。现代科学开始证实，许多传统智慧并非空穴来风。可以说，苹果对人体的益处是全方位的，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能得到照顾。难怪古人把苹果称作平安果，每年岁末还流行送苹果给亲友，寓意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如今看来，苹果确实担得起健康与长寿象征的称号。回顾这份排行榜，苹果拔得头筹，真是实至名归。有人或许要问，苹果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每天吃苹果真的能长命百岁吗？当然，光靠一种水果就活到120岁，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它背后揭示的道理是，持之以恒的健康饮食确实能为长寿打下基础。经常吃苹果等富含营养和抗氧化物的水果，可以降低罹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延缓身体机能老化，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世界上经过验证的最长寿老人活到了122岁。高龄的秘诀之一就是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和乐观心态。在均衡饮食中，新鲜水果蔬菜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天介绍的这10种水果各有各的强项与优势，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营养密度高，富含抗氧化及保健成分。也许有些朋友的心头好，水果没出现在榜单上，比如奇异果、橘子、酪梨、草莓等等，但并不意味着那些水果就不健康。相反，
任何水果只要天然未过度加工，都对健康有益。这个排行榜更多是告诉我们，有些常见水果其实蕴藏的益处超乎我们想象，比如平凡的苹果、香蕉也能是营养冠军。同时，一些在东方不太常见的莓果类，如黑莓、蔓越莓，原来对健康有独到的帮助，也值得我们适时引入饮食中。最理想的情况是每天摄取不同颜色、不同种类的水果，红的苹果、黄的香蕉、紫的葡萄、蓝的蓝莓、绿的奇异果等等。色彩缤纷的水果拼盘就是健康的代名词。透过多样化摄取，我们可以摄入全面的维生素、矿物质、纤维和抗氧化物，为身体提供最佳的防护。总而言之，全球最健康的10种水果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大自然的每一种果实都有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只要善加利用，它们就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天然良方。从葡萄到苹果，从纤维之王黑莓到花青素，丰富的蓝莓，每一种水果都在默默为我们的身体服务。希望看完这个排行榜，您能够对手边的水果有新的认识，在日常饮食中多加重视它们的存在。明天吃水果的时候，不妨回想今天了解到的小知识，享受美味的同时，也收获满满健康。祝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爱的健康水果，吃出活力，吃出长寿。也许多年后，你也可以精神矍铄地笑称，我能活到现在，多亏天天有吃水果哦。健康的秘密往往就藏在日常点滴里，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好好善待自己，善待那些绚丽多汁的水果们吧。你每天嗑的坚果可能正悄悄伤害你的肾脏，这句话听起来耸人听闻，但绝非危言耸听。坚果向来被视为健康零食的代表，富含优质油脂、维生素和矿物质，不少人都有每日一把坚果的习惯。然而任何食物都有两面性，如果吃法不对，再好的坚果也可能变成摧毁肾脏健康的隐形杀手。我们的肾脏是身体默默工作的清道夫，过滤血液，排出废物，维持水分与电解质平衡。一旦功能受损，往往等出现明显症状时，已经坏了一大半。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在肾脏受损时毫无察觉，日常仍不经意吃下对肾脏有害的食物，让肾脏雪上加霜。今天就让我们深入剖析5类看似健康却可能伤肾的坚果，以及如何避免踩雷，守护我们宝贵的生命之肾。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40多岁的男子，平时热爱吃腰果当零食。某天，他一口气吃完一大包共750克的腰果，觉得反正坚果有益健康，多吃无妨。不料隔天早上，他发现自己一滴尿都排不出来。紧急就医检查后，医生惊讶地发现他的双肾几近衰竭，尿液无法生成，不得不立刻替他进行洗肾治疗。经肾脏切片化验，罪魁祸首正是腰果中含量惊人的草酸，引发急性肾损伤。短短1天的暴食，差点要了他的肾。这绝非都市传说，而是临床真实案例。医生感叹地说，就算再给这位病患10颗肾脏，这样折腾下去也不够用。这起事件狠狠敲响了警钟。我们一向视为健康零嘴的坚果，过量或不当食用时，尽可能毁掉肾脏的健康。其实类似的故事并非孤立。肾脏科医师观察到，许多慢性肾病患者在确诊前，常年在不知不觉中喂养着肾脏杀手。根据统计，台湾约有240万人罹患慢性肾脏病，其中接近10万人不得不仰赖终身洗肾为生。而导致肾功能受损的主因，除了大家熟知的糖尿病、三高等慢性病，有相当一部分竟然和日常饮食脱不了关系，包括我们每天都可能摄取的坚果零食。在肾脏尚且健康时，这些食物的危害或许潜伏不起眼，但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肾脏的代偿能力被悄然耗尽时，问题就会浮上水面。肾脏是沉默的器官，等你发现它出了问题，往往已经太迟。所以不论年轻人或老年人，都有必要了解哪些坚果在偷伤你的肾，好及早预防，适可而止。我们并不是说坚果一无是处，事实上，坚果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富含营养，适量食用有益心血管和新陈代谢，但另一面隐藏着一些对肾脏不友善的物质和风险。如果忽视了这阴暗的一面，
贪图一时美味无度乱吃，长期下来肾脏迟早要暴胀，特别是以下5类坚果，更是肾脏的天敌。我们一一来揭开它们的真面目。1. 高草酸类坚果，肾结石的制造者。首先登场的是高草酸的坚果。草酸是一种存在于多种植物性食物中的有机酸，本身无毒，但摄入过多时会在体内与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结晶。这些结晶就像细小尖锐的沙粒，在肾脏和尿路中沉积下来，形成我们熟知的肾结石。肾结石可不是小病，很多患者形容发作时疼痛堪比生产或被刀割，因为结石卡在输尿管，挤压损伤组织，甚至阻塞尿流，严重时还会引发肾发炎、肾功能衰竭。偏偏我们日常爱吃的某些坚果就暗藏大量草酸，例如杏仁、腰果、榛子等，都属于草酸含量相对高的坚果。别看它们营养丰富，草酸这一隐形杀手可一点不客气。倘若你本身有结石体质，或曾患肾结石，经常大量嗑这些高草酸坚果，无疑是火上浇油，加速石头在肾脏里开矿。即使你从未得过结石，也不能掉以轻心，草酸累积过多，迟早有一天可能突然结晶成石，给你来个肾绞痛的惊喜。科学研究指出，成年肾结石患者若每天草酸摄入量超过200毫克，肾结石复发风险将显著升高。一小把杏仁大约几十公克，所含的草酸就可能高达数十毫克。试想那些把坚果当饭吃的人，每天几大把杏仁或腰果下肚，草酸累积量远远超标，难怪肾脏不堪重负。前面提到的那位狂嗑腰果导致无尿的病患就是一个极端例子。700多克腰果瞬间释放的草酸，活生生堵死了他的肾脏滤网，导致急性肾衰竭。草酸对肾脏的伤害就是如此直接而残酷。值得一提的是，花生和核桃的草酸含量虽比杏仁、腰果低一些，但如果过量食用，同样有累积效应。因此，高草酸坚果绝对算是肾脏的头号劲敌之一。想避免肾结石找上门，对这些坚果就得有所节制，尤其是本身有结石病史的人，更要对杏仁、腰果敬而远之，万不可把它们当零嘴猛吃，否则肾脏里可能正偷偷孕育着一颗颗石蛋，等日后孵化出来，可就追悔莫及了。2. 高钾类坚果，让心跳静止的隐忧。接下来要揭露的是高钾的坚果。钾是一把双刃剑，它是维持神经讯号传导、肌肉收缩和心脏搏动不可或缺的元素，但钾离子过高却会酿成致命危机。健康的肾脏负责将体内多余的钾排出体外，维持血钾水平稳定。然而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来说，这道平衡机制失效，血液中的钾很容易累积，一旦血钾浓度过高，高钾血症可能引发肌肉无力、四肢麻木，最严重的是造成心律不整，甚至心跳骤停。事实上，在医学上给重罪犯执行的注射死刑药剂之一就是高浓度的钾盐，可见过量钾离子对心脏的杀伤力有多强。听到这里，你或许会想，我又没有肾病，应该不怕吃进太多钾吧？确实，一般人的肾脏足以处理日常饮食中的钾，不至于吃颗香蕉、几把坚果就心跳停摆。但问题在于，许多人体到了中老年，肾功能会不同程度的下滑，有些人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已经肾功能不足。此外，某些常见的高血压或心脏病药物，如 ACEI、ARB 类降压药，也会让血钾升高。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还大把吃高钾坚果，就可能踩上地雷。哪些坚果属于高钾呢？常见的有巴旦木、甜杏仁、腰果、开心果、榛子等。以腰果为例，一小把腰果约20粒就含有数百毫克的钾。对一般人而言，这点钾肾脏几小时内就能排出，毫无压力。但对肾不好的人来说，这几百毫克可能就是压垮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慢性肾病患每天的总钾摄取通常需严格控制在2000毫克以下，稍不留神就超标。曾有肾友因为不懂忌口，把一整袋综合坚果当零食吃了，结果当晚就因心悸送急诊抽血一验，血清钾浓度高得吓人，幸亏救治及时，否则可能有生命危险。高钾坚果对肾功能不全者而言无益，慢性毒药
会令原本就疲惫不堪的肾脏雪上加霜，引爆高钾血症这颗炸弹。就算是肾功能正常的人，也不建议狂吃不止。毕竟长期高钾饮食会加重肾脏排泄负担，一旦年纪大了，肾脏代谢力下降，以前安然无恙的饮食习惯可能就变成触发问题的导火线。因此，再吃坚果也要适可而止，特别是对含钾高的种类多加留意。保护心脏与肾脏的关键在于维持钾的收支平衡，千万别让一时的美味埋下心跳骤停的隐忧。3. 高磷类坚果，隐藏的骨骼小偷。第3类让肾脏医生头痛的是高磷的坚果。磷同样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矿物质，参与骨骼和牙齿的构成，也涉及能量代谢。然而，当肾脏功能受损时，排磷能力下降，血液中会积聚过多的磷，引发一连串问题。高磷血症会促使副甲状腺素 PTH 分泌增多，以平衡钙磷。比方说，从骨头中释放钙质与磷结合，长期下来造成骨质疏松、血管钙化，等于骨头慢慢被偷走，血管渐渐被石化。许多洗肾患者晚期常出现骨痛、易骨折，就是因体内磷长期超标所致。而一般人在肾功能正常时，过多的磷会随尿排出，看似不是大问题，但医学研究发现，即便对于一般中高龄族群，长期摄入磷偏高也可能带来健康隐患，例如加速肾功能的减退以及心血管风险的上升。因此，高磷食物并非只有肾友需要注意，所有重视肾脏和骨骼健康的人都该适量而为。那么坚果与磷有何关联？事实上，大部分坚果和种子都是磷含量颇高的食物，100公克的花生含磷约350毫克，核桃也有差不多的水准，杏仁、腰果、瓜子等磷含量同样不低。吃上一小碟花生米下酒，看似平常，但不知不觉就吞下几百毫克磷。对肾脏健全的人而言，短期内肾脏会努力把多余的磷排掉，但长期天天高磷饮食，肾脏势必要加班加点，滤过更多磷负荷，这对它其实是一种慢性损耗。如果本身肾功能已经有轻微损伤或年龄增长导致的肾小球过滤率下降，高磷饮食无疑加速恶化。此外，许多高蛋白食物、肉类、奶制品也富含磷。如果在高蛋白饮食中又额外摄入大量坚果，等于双重磷负担。从营养角度讲，一般成年人每天磷的建议摄取量约在700到1000毫克之间，但现代人因摄食精致食品和含磷添加物，如可乐、加工肉的增加，实际摄入常常超标。如果再加上不加节制的坚果嗜好，更是火上浇油。对于慢性肾病患，更需严格限制磷的摄入。坚果种子类通常被列为饮食黑名单或至少限量食用的项目。有肾友分享，因贪吃核桃造成血磷飙高，结果皮肤痒、骨头痛不堪其扰。可见高磷坚果对肾脏的潜在危害不容小觑。总而言之，如果想保护肾脏和骨骼，别以为坚果吃多了只有热量问题，高磷也是暗藏其中的健康小偷。均衡饮食，适量摄入磷，才能避免未来既要面对肾衰，又要面对骨头脆弱的双重困境。爱吃坚果的同时，请给自己的肾和骨头留一条生路。4. 高盐加工坚果，血压飙升的肾脏杀手。第4类危险坚果，其实不单指某一种坚果，而是经过重盐调味或加工的各种坚果零食。试想一下，逢年过节或追剧闲聊时，我们常抓起一包盐焗花生、椒盐腰果、香辣瓜子来解馋。这些市售加工坚果为了提升风味，往往添加了超量的食盐、糖和各种调味粉，吃在嘴里又香又脆，滋味十足。但在不知不觉间，我们的身体，特别是肾脏和心血管，已经默默承受了高钠高添加剂的冲击。众所周知，高盐饮食是高血压的元凶之一，而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不仅伤害心脏和脑血管，更是肾功能异常的主因之一。当血压长期过高时，肾脏内细小的血管、肾小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同水管里水压过大，时间一久，管壁就会受损破裂。许多慢性肾衰竭患者最初就是因高血压没有控制好，导致肾脏供血受损，
逐渐发展成肾硬化。即使你现在血压正常，经常大吃咸食也会埋下隐患。毕竟钠离子摄入过多时，肾脏必须加班将多余的钠排出，同时还会引起体内滞留水分，增加循环血量，使血压易于波动升高。换言之，吃进去的盐越多，肾脏的工作量和压力就越大，长期下来，肾脏的过滤膜会逐渐硬化，功能下降。这就好比一台水处理器，原本每天处理100公升水没问题，但你硬是倒进200公升咸水，它不出故障也难。让我们算笔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钠摄入量不超过2克，而市面上一小包50克的盐焗花生，含钠量可能高达200-300毫克。一包重口味调味坚果零食常常盐超标，更别提有些人一吃起来就停不下来，3-5包下肚，那摄入的盐分轻松破表。一碗看球赛啤酒配盐酥花生，可能就把整天的盐腺鹅给透支了。肾脏最怕的就是长期盐负荷过重，那意味着长年累月高压运转，滤过的血液中充斥着钠离子，为了排钠还得牺牲更多水分，导致身体处于易可水肿的恶性循环。许多人年轻时不在意，爱吃咸酥坚果，等到中年发现血压升高，肾功能指数如肌酐、尿素氮不对劲，才追悔莫及。除了盐分，各种人工调味添加剂对肾脏也未必友善，比如某些劣质坚果会添加防腐剂、人工香料，这些化学物质同样需要经肾脏代谢排出，无形中增加负担。总之，重咸重口味的坚果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引爆高血压和肾损伤的风险。我们的舌头也许爱那刺激的滋味，但肾脏可受不了这样的摧残。千万别等到医生严厉下禁盐令，肾功能亮红灯时才懊恼。从现在起，尽量远离那些盐巴裹满的坚果，选择原味或低盐款才是对肾脏负责的态度。让美味与健康共存，而非以牺牲肾脏为代价来满足口腹之欲。5. 油炸蜜饯坚果，热量与毒素的双重负担。最后一类是经油炸或蜜饯加工的坚果，这类产品在零食货架上并不罕见，比如糖衣、花生、蜂蜜、腰果、焦糖、杏仁，甚至将坚果用植物油油炸的香酥可口，如油炸青豆、炸蚕豆等。这些坚果吃起来甜脆香浓，简直让人欲罢不能。然而，它们暗藏的健康风险却足以抵消甚至倒转原本坚果的好处。首先是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许多油炸坚果为了增加酥脆口感，会使用氢化植物油或高温反复油炸，产生对心血管和肾脏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会引发体内慢性发炎反应，损伤血管内皮，长期摄入可能导致动脉硬化、高血压，而这些都与肾脏病变息息相关。高油饮食本身也容易造成肥胖，而肥胖对肾脏的危害往往被低估。肥胖者腹部和内脏周围堆积大量脂肪，其中有些脂肪甚至会浸润到肾脏组织周围，造成肾脏脂肪包裹现象。想象一下，肾脏外面裹着厚厚的油脂，好比一台引擎被油腻粘稠物质包住，不仅影响散热，还会机械性压迫肾单位的结构，导致过滤效率下降。此外，肥胖往往伴随高血压、胰岛素阻抗、发炎反应等，对肾脏更是多重打击。医学研究显示，肥胖者日后罹患慢性肾脏病的风险明显高于体重正常者。因此，油炸坚果提供的庞大热量和不健康脂肪，等于在肾脏埋下一颗颗岩石地雷，随着体重上升迟早引爆。再说蜜饯类坚果，它们裹满糖衣或蜂蜜，虽然口感诱人，但其含糖量极高，一罐蜜酥腰果里面可能将近一半是糖。这对肾脏的危害主要在于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长期摄入高糖食物容易导致肥胖和胰岛素分泌负担，时间一长，血糖调节机能失调，就滑向第2型糖尿病。而糖尿病正是现代人中末期肾病的头号病因，几乎每3位洗肾患者中就有1位是糖尿病肾病所致。可见，糖吃太多间接对肾脏造成的杀伤力极大。吃甜甜的坚果零食，无异于给自己添上一份患糖尿病的风险，绕个弯儿继续伤肾。此外，高糖高脂的饮食还会提高血脂，造成脂肪肝和动脉硬化，这些都和肾损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更不用提某些低品质蜜饯坚果可能使用人工色素、防腐剂，甚至含有致癌的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主要伤肝，但严重时亦会影响肾脏，造成中毒性肾病变。总而言之，油炸和蜜饯坚果把坚果变成了高热量、高糖、高脂的三高食品，其危害早已远远脱离了坚果原本的营养初衷，反而成为健康杀手。贪图那一时甜蜜酥脆，很可能换来血糖飙升、体重暴增，进而高血压、糖尿病找上门，最终肾脏遭殃。一连串连锁反应始于手中小小一颗糖衣花生，可谓得不偿失。如果说天然坚果适量吃是保健，那油炸蜜饯坚果就是彻头彻尾的垃圾食物，尤其肾不好的人更是敬谢不敏为妙。爱惜肾脏，请绕开这些被糖和油伪装的危险零食，回归坚果本真的健康风貌。看完上述5大类伤肾坚果，你或许有点心惊，难道坚果不能吃了吗？这是不是走极端了？其实大可不必恐慌，坚果本身仍是好东西，关键在于如何健康安全的食用。我们完全没必要因噎废食，而是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既享受坚果美味，又不损害肾脏等健康。医生和营养师给出了以下5点建议，只要做好这5点，你依然可以把坚果当作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同时让肾脏安然无恙。第一，严控坚果摄取量，坚持适量原则。再有益的食物过量都会出问题，坚果也不例外。一般建议成人每日坚果摄取量以1小把为宜，大约20到30公克，相当于5到10颗杏仁或腰果，或1小撮花生米。千万不要贪多，把坚果当饭吃或无节制地边看电视边嗑一整包，适可而止，才能既获取营养又不增加肾脏负担。记住，一天1把刚刚好，超过就可能变伤害。如果一次不小心吃多了，切记多喝水，并且暂停几天，不要再吃，给肾脏一个缓冲恢复的时间。总之，以节制为本，绝不挑战肾脏能耐的上限，尤其对已经有肾结石或肾功能偏弱的人，更应严格限制坚果量，在医师或营养师指导下谨慎食用。第二，尽量选择原味、低盐、无调味的坚果。很多坚果的危害其实源自加工调味过程，而不是坚果本身。例如高盐、高糖、添加人工香料的产品，明显不如原味坚果来的健康安全。所以购买坚果时，请看清配料标示，优先选择不加盐或仅轻微调味的原味坚果。如果觉得淡而无味，可以自行少量添加天然香料，如迷迭香粉、海苔碎，提升风味，而避免重口味调料。绝对杜绝果糖衣、厚盐菊这类华而不实的加工零食。另外，少吃综合调味坚果礼盒，那类通常盐糖油样样不缺。要记住，我们吃坚果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吃进大把盐和糖。培养清淡口味，久而久之就能品尝到坚果自然的醇香，而且更能品味出不同坚果的原始风味。一旦习惯了低盐饮食，你会惊讶发现，以前迷恋的那些咸酥口味，现在竟咸过咸。味觉可以被训练，而健康无可替代。因此，从今天开始，把高盐高糖的坚果零食请出你的购物车，改为购买原味天然的坚果，好让肾脏和全身得享真正的益处。第三，注意坚果的保存方法，防止变质产生毒素。坚果富含油脂和蛋白质，若保存不当，很容易发霉或油耗败。发霉的坚果可能滋生黄曲霉毒素，这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质与肝肾毒素。氧化变质的哈拉味坚果则含有过氧化脂质等有害成分，食用后对肝脏、肾脏都是负担。因此，一定要妥善保存坚果。开封后的坚果应密封置于干燥阴凉处，最佳是放入冰箱冷藏以延长新鲜度，但要密封防止受潮，避免坚果受潮发霉。一旦发现坚果表面长毛、颜色异常或闻起来有酸败哈味，务必整包丢弃，绝不能因舍不得而挑挑拣拣继续食用，因为霉菌毒素往往已经扩散整袋。采买时选择信誉好的商家，注意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不买来路不明的散装劣质坚果。还有一招判断，先取一小粒品尝。正常的新鲜坚果应该是香气浓郁，油脂带甘甜，
如果尝起来苦涩或刺激喉咙，那可能就是变质的迹象，千万别再吃。宁可浪费一包坚果，不要浪费一个肾脏。对可疑变质的坚果就说再见吧。总之，把好保存和品质关，才能确保吃进嘴里的每一颗坚果都是安全无虞的。肾脏感谢你的谨慎，它可不想帮你处理那些霉菌毒素或酸败油脂呢。第四，吃坚果时多搭配开水一起摄取。这点听起来简单，却对肾脏大有裨益。水是最天然的溶剂，多喝水可以稀释尿液中废物的浓度，加速肾脏排出草酸、钠、尿素氮等代谢产物。尤其当你吃了比较咸的坚果，或担心草酸结石时，更要及时补充足量白开水。比如嗑完瓜子、花生后，不妨喝上几大杯水，帮助身体把多余的钠和草酸冲刷出去，减轻肾脏负担。医师建议每人每天的饮水量在2000毫升左右。良好的饮水习惯是预防结石及保护肾脏的关键措施之一。很多肾结石患者就是因平时喝水太少，尿液浓缩而容易沉淀结晶。如果能保证每天充足的水分，尿液变得稀释，就不易结石。同时，水分也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循环，让肾小球过滤更顺畅。因此，每当你吃坚果的时候，都提醒自己手抓坚果，口就要抓杯水，把喝水融入吃坚果的习惯中。比如，每吃几颗坚果就喝2口水，润口也润肾。当然，避免以含糖饮料或酒精替代水，因为那些反而会增加肾的代谢负担。白开水永远是最佳选择，简单的一杯白水往往是对肾脏最好的保护。别小看这一点滴细节，长年累月坚持下来，你的肾脏一定会比那些不爱喝水的人更加健康清爽。第五，根据自身健康情况选择适合的坚果种类。每个人的体质和肾脏状况不同，吃坚果时也应有所取舍。如果你年轻健康，肾功能正常，其实大多数坚果都可以适量享用，但也不妨有意识地搭配多样，不要只偏爱某一两种。多元化摄取可以避免单一成分过量，还能均衡获得不同营养。例如杏仁腰果草酸高，可以搭配一些草酸较低的坚果，如核桃、夏威夷豆一起吃，取长补短。如果你已经有慢性肾脏病或肾结石、痛风等症，则需要特别谨慎。建议在营养师指导下选择低钾低磷的坚果种类，并严控分量。以钾含量而言，一般核桃、腰果单位钾较杏仁、开心果低一些，或可以作为相对优先的选择。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多吃。可能的话，先用温水浸泡坚果几小时，期间换水1-2次，让部分矿物质和草酸溶出，在低温烘干后食用，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钾磷和草酸含量。当然，口感会略有影响，但为健康计值得一试。另外，有肾结石病史的人要避免杏仁、腰果等草酸最高的坚果，可用腰果的近亲栗子替代。栗子草酸极低且富含淀粉，是比较安全的坚果。痛风患者则需注意花生等嘌呤含量稍高的坚果，一旦痛风急性发作期，就应暂停坚果摄入，以免加重高尿酸血症。总之，了解自己的健康风险，有针对性的扬长避短，是聪明吃坚果的不二法门。必要时咨询医生或营养师，他们可以根据你的肾功能指数、血钾、血磷水平等，给出专业建议，告诉你哪些能吃，哪些该忌口。切勿盲目跟风所谓某某坚果最补肾的传言，例如坊间以讹传讹的腰果形似肾，吃了补肾，并没有科学根据，以形补形在营养学上站不住脚。最好的补肾之道是科学饮食和良好生活习惯，而非迷信某种食物奇效。选对适合自己的坚果，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安心无忧，这才是我们追求的养生境界。总结来说，坚果作为天然食材，营养丰富，对健康有益的一面毋庸置疑，但我们必须警惕其中潜藏的不利因素。今天我们揭示了5类可能伤肾的坚果。高草酸坚果可能导致肾结石，严重时堵塞肾脏滤网。高钾坚果对肾病患者如慢性毒药，易引发高钾血症，危及心跳。高磷坚果会加速肾衰和骨质流失。高盐调味坚果升高血压，损伤肾脏血管。
油炸蜜饯坚果则以热量和糖分诱发肥胖与代谢疾病，间接重创肾脏。我们同时也学会了安全食用坚果的5大要点：控制分量，选择原味，妥善保存，注意喝水，因人制宜。做到这些，你依然可以每天放心地享用少量坚果的美好，而不用担心肾脏偷偷抗议。别忘了，肾脏健康在于日常点滴维护，就像一辆汽车需要定期保养换油，我们的肾也需要通过良好饮食习惯来减轻磨损，延长寿命。坚果是上天给予人类的营养宝藏，但只有智慧地对待它，我们才能真正受益而无患。希望今天的深入探讨能给你敲响警钟，又传授方法，让你在享受坚果美味的同时，肾脏也能保持效益盈盈，运作顺畅。从现在开始，做个聪明的坚果爱好者，管住嘴，护好肾，为自己的健康攒下满满本钱。相信你的肾脏未来一定会感谢现在懂得节制和爱惜它的你。健康人生就从科学吃坚果做起，让美味与健康相伴，而不是互相伤害。今天我们来聊聊真正伤身的垃圾食品。许多人一提到垃圾食物，就会想到泡面和汉堡，毕竟在大众眼中，这2样东西高热量又没营养，被贴上不健康的标签已经多年。然而，你知道吗？事实可能出乎意料，全球公认对健康最有害的5种垃圾食品名单中，泡面和汉堡竟然榜上无名。相反，有些看似平平无奇，甚至很多人天天在吃的东西，对我们血管的危害更大。有句话形容得很，吃它们比抽烟喝酒还伤血管100倍。这话虽然夸张，但并非空穴来风。本期我们就深入探讨这5种隐藏版垃圾食品，看看它们凭什么被称为血管杀手，为什么吃得越多死得越快，就算再喜欢也最好忌口。首先要澄清一点，垃圾食品并不是一种严格的科学分类，营养学上没有明确定义某种食物就是垃圾，但一般大家会把热量高、营养低且添加物多、对健康有明显危害的食物称作垃圾食品。以前网络上流传所谓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垃圾食品名单，其实并不精确，但这些年医学营养领域的共识是，有几种食物长期过量摄取，确实会显著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风险，比你想象中还要可怕。而泡面、汉堡并没有出现在这个黑名单里，并不是说它们很健康，而是相对来说真正的头号杀手另有其物。那么泡面和汉堡为什么反倒没上榜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其实泡面虽然名声很差，但现代工艺进步不少，很多泡面已经改用非油炸面饼，面体本身的钠含量大幅下降。以某款新品为例，每份面饼的含钠量大约500毫克左右，约等于1小根火腿肠的1/3，而且不再使用对心血管不利的反式油脂。调味包的盐分虽然仍然不低，但只要不喝光汤汁，其实摄入的盐还在可控范围内。泡面真正的问题反而在于，很多人喜欢搭配火腿肠、加工肉片等配料，或是加重口味的高盐酱料包，这些额外添加往往比面本身更不健康。至于汉堡，更是被误会了很多年。传统观念觉得汉堡就是油炸肉配精白面包，没有营养。但想想看，一个典型汉堡其实包含了面包、牛肉或鸡肉、生菜、起司、番茄等多种食材组合，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和纤维都有。若非额外加很多美乃滋、奶酪，一个普通汉堡的热量甚至比一碗炒面还低，而且该有的营养素也不算太单一，所以单凭汉堡本身并不能算毒物。真正让汉堡背上黑锅的，其实是常跟它一起出现的薯条、可乐等高热量配餐。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猛吃汉堡，只是说相比接下来要提到的几种食物，泡面和汉堡的危害程度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夸张。现在我们就来揭晓垃圾食品黑名单上榜的5大杀手，它们当中有的或许你每天都在吃，有的看似无害却暗藏杀机。一一了解之后，你可能会对自己的饮食习惯产生全新的审视。第一种，辣条。如果你有小孩，或者回想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肯定对它不陌生。辣条几乎是近20年来风靡中国校园的零食之王。放学路上，小卖部里花5毛
1块钱就能买上一大包。拆开塑料袋，里面橘红色的细长条散发出麻辣香气，不少人一边走路一边大快朵颐，非常过瘾。辣条的口感又辣又香，又带点甜，特别对小学生有致命吸引力，甚至被戏称为课间毒药。可是，辣条真的是用什么做的？你想过吗？它看起来像肉干，其实完全不含肉，主要成分是小麦面粉，有些是大豆蛋白或魔芋粉，加入大量食用色素、香精和调味料，和面后经高温油炸，再拌上厚厚的一层咸辣的复合调料，就制成了这种廉价小零食。正因为门槛低、利润高，市面上的辣条生产厂家鱼龙混杂，很多是没有食品生产许可的三无工厂。曾有记者调查曝光过某些廉价辣条的生产环境，作坊狭小肮脏，工人徒手在发黑的油锅里捞出面坯，反复使用的油早已浑浊不堪，很可能就是所谓地沟油。为了增色增辣，还额外添加不符合标准的染色剂和辣椒精。难怪央视新闻也曾点名批评辣条，称其可能含有致癌物质，建议青少年尽量不要食用。不卫生是辣条的第一大问题，但就算撇开生产卫生不谈，正规厂家出品的辣条在营养上也是极为不健康的。首先，辣条属于高盐高油的典型代表，一包小小的辣条钠含量动辄上千毫克，很多孩子喜欢一口气吃好几包，等于摄入了远超全天建议量的盐。长期高盐饮食会大幅提高高血压、中风的风险。吃咸了口渴，很多人又会搭配含糖饮料一起喝，进一步埋下健康隐患。其次，辣条是重油炸食品，脂肪含量极高，而且所用的油品质难以保证。如果是不良商家使用的反复高温油，那里头可能产生了大量对人体有害的氧化物和反式脂肪。反式脂肪酸会升高我们体内的坏胆固醇水平，降低好胆固醇水平，长期摄入会损伤血管，增加心脏病风险。曾有营养专家形容，反式脂肪对心血管的危害不亚于尼古丁，而廉价零食里往往暗藏反式脂肪的陷阱，辣条正是这样的东西。最后，辣条里各种添加剂很多，虽然国家允许的食品添加剂只要合规用量就是安全的，但问题是有些小工厂会超量甚至违规添加，让辣条的色泽和口味更加刺激。过量摄入人工色素、防腐剂等，对孩童的肝肾代谢都是负担。有的孩子吃完辣条会口干舌燥、胃痛拉肚子，就是因为里面过重的盐和辣刺激了胃肠，引发急性肠胃炎。长期吃则可能导致肥胖、血压升高、血脂异常等一系列问题。想想10来岁的小学生就每天啃着这种垃圾长大，身体怎能健康？所以辣条绝对当之无愧是垃圾食品中的毒药。如果家中有爱吃辣条的孩子，真的要严格控制，就算再好吃，每周最多吃一次都嫌多，最好能完全杜绝。毕竟这东西对身体百害而无一益，早戒掉早健康。从辣条的重咸重辣，让我们转向另一类常见的隐形杀手——加工肉类。这其实不是单一食品，而是一大类，包括火腿、香肠、腊肉、培根、火锅丸子等。它们有个共同特点，为了延长保存期和增加风味，在制作过程中都加入了大量的盐和防腐配料。比如火腿肠、热狗这些常见加工肉，配料表上往往写着亚硝酸钠、磷酸盐、糖、味精等等10几种添加物。别看一根小小的火腿肠，里面可能只有一半左右是真正的肉，其余都是大豆蛋白、淀粉和脂肪，再加上各种添加剂调出肉的口感和颜色。你以为在吃肉，其实吃下肚的绝大部分是盐和添加剂。传统手工腌制的腊肉、香肠也是类似，为了防腐防坏，盐和硝是一定得放的，而且通常分量不小。加工肉之所以特别危险，首先在于其中添加的一种防腐物质亚硝酸盐。这种物质可以抑制肉类在常温下细菌滋生，防止肉色发黑变臭，所以广泛用于腌制肉食品中。但是亚硝酸盐进入人体，在特定条件下会转化成亚硝胺，这是一种强烈的致癌物。科研证据表明它和胃癌、肝癌、食道癌等多种癌症相关。简单说，吃太多加工肉会增加患癌风险。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直接将培根、
香肠等加工肉类列为1级致癌物质，与香烟、砒霜同一级别。消息一出，震惊了不少人，但这是基于大量统计研究的结论。例如，有统计发现，一个人如果每天食用超过50克加工肉，也就1-2根香肠的量，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 42%， 肠胃癌的风险也明显上升。 42% 是个什么概念？等于差不多将近多一半的风险，长期下来非常可怕。除了致癌，加工肉对心血管的直接伤害也不容小觑。一方面，加工肉普遍脂肪含量高，尤其是饱和脂肪多，像培根、午餐肉、罐头，白花花的猪油占了一大半，吃进身体里很容易升高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诱发动脉粥样硬化。另一方面，我们前面提到，这类食品钠含量极高，钠摄入太多会导致高血压，而高血压又是动脉硬化和心脏病、中风的主要推手之一。当高血压长期作用在血管上，相当于拿高压水枪不断冲刷血管内壁，久而久之血管弹性下降，内皮受损，垃圾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形成粥样硬化斑块。斑块一旦破裂形成血栓，就是致命的心肌梗塞或脑中风。高盐饮食造成的高血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往往在年轻时不觉异常，中老年时忽然发病酿成大祸。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天天吃的火腿、香肠、午餐肉、丸子等等，正是让自己摄取过量盐分的一大元凶。一根普通火腿肠大约含有500-600毫克的钠，一片培根的含钠量甚至超过800毫克。如果早餐来2片培根煎蛋，午餐3-4片午餐肉加面包，晚上涮锅又丢进几颗贡丸、鱼丸，3餐加起来，光是加工肉带来的盐就爆表了，更别提其中大量的脂肪和防腐添加物。可以说，加工肉是在美味的掩饰下慢慢侵蚀你健康的定时炸弹。它吃起来咸香可口，但长期大量食用对血管的伤害一点不输每天抽2包烟。难怪专家们呼吁，为了预防癌症和心血管病，最好每天摄入的加工肉控制在20克以下，这几乎等于不吃，或者偶尔尝1-2口而已。听起来很严苛，对吧？但没办法，这类食品的危害是累积性的，一点一点堆积，等到问题爆发就为时已晚了。看完了加工肉类，我们再来看看第3种上榜垃圾食品，各类罐头。也许你会纳闷，罐头食品不是很常见很便利的东西吗？为何会被归为毒？其实罐头并不是剧毒之物，偶尔吃一点当然无妨，但把罐头当日常食物经常吃，就潜藏不少健康隐患。大家都知道，罐头食品之所以能长期储存不坏，主要靠2个手段：高温灭菌和添加防腐配方。高温灭菌会让罐头里的微生物死光，但同时也破坏了食材本身的很多营养成分。蔬果罐头几乎吃不到什么维生素，新鲜风味更别提。肉类和鱼类罐头经过焖煮，高级蛋白质也会变性，营养价值打折。所以从营养角度看，罐头是比较空的热量来源。而为了弥补风味上的不足，厂商往往会额外加入大量的盐、糖或油脂，让罐头尝起来好吃。不然你想，一条鱼常温放1-2年都不烂，得咸成什么样才能防腐？这就导致罐头食品普遍盐分惊人。例如很多人爱吃的午餐肉罐头，打开一盒可以看到晶莹的凝固猪油，夹着粉红色的肉泥，吃起来鲜咸嫩香。但就是这小小一盒，含钠量可能高达几克，换算成食盐接近10几克。正常成年人每日建议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等于说一罐午餐肉的咸度就超过2-3天的量。再比如常见的腌菜罐头、豆腐乳，这些也是重盐重辣，配饭特下饭，但是往往一小块豆腐乳就几百毫克钠，一罐酱菜吃完更是盐超标数倍。如果经常拿它们佐粥下饭，不知不觉就把身体腌成高血压、高血脂的温床了。罐头食品对健康的不利，除了盐多，还常常糖多。典型例子就是各种水果罐头。很多人以为水果罐头总比喝可乐健康吧，毕竟是水果。但是别忘了，为了让经过高温处理的软烂水果更好吃，罐头里都加了浓浓的糖浆。比如糖水黄桃罐头，打开里面甜滋滋的汁液几乎和糖浆无异。一罐桃子罐头的糖含量可能不亚于一罐可乐，
吃进这么多游离糖，对血管和代谢的危害可想而知。同样，糖多会转化为脂肪囤积，引发肥胖和甘油三酯升高，加速动脉硬化，而且高糖环境还会影响胶原蛋白，让血管壁变脆，长期下来增加血管破裂出血的风险。除了糖、盐、油，罐头食品中还少不了各种添加剂，其中比较受争议的是防腐剂和罐头内壁涂层。虽然正规产品中添加剂使用都有严格标准，但一些研究指出，某些常用防腐剂如苯甲酸、山梨酸等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影响肝脏代谢，而金属罐头内壁通常涂有一层树脂，其中可能含双酚类化合物 BPA， 长期大量摄入有干扰人体内分泌的疑虑，所以罐头并非洪水猛兽，但也绝不是健康食品。它最大的价值是解决食物储存和运输问题，在物资匮乏或紧急情况下是很好的应急食品。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蔬菜水果、鲜肉鱼蛋都容易买到，新鲜现做永远比罐头来的健康。有些人图方便，经常拿罐头当菜吃，例如打开一罐午餐肉加几片青菜煮面，或是天天早餐就馒头配酱菜豆腐乳，久而久之，身体可能就要拉响警报了。高盐、高糖带来的血压、血糖问题会日积月累，罐头吃的越多，血管老化的越快，所以建议大家把罐头当作调剂和备用粮，不要养成频繁食用的习惯，能不吃时就不吃，免得让血管默默埋雷。第四种垃圾食品是很多人餐桌上的隐形杀手——腌制食品。其实前面说的加工肉和罐头都或多或少涉及腌制作业，但这里特指各种咸菜、酱菜、腌制蔬菜以及腌鱼、腌肉等传统食品。中国人保存食物的智慧之一，就是用盐和香料腌制食材，既避免腐败，又产生独特风味。南有酱菜，北有酸菜，湖广有辣椒酱，两广有咸鱼，可以说每个地区都有拿手的腌菜，而不少家庭老人也爱自制咸菜，像什么腌黄瓜、糖蒜头、雪里红等等小菜配稀饭，爽口开胃。但问题就在于开胃的咸菜实在太咸了。前面已经多次强调高盐的危害，在腌制食物上表现得尤为极端。比如东北酸菜，要用大量盐把白菜层层揉进去，再经乳酸发酵压坛几十天才能成。四川泡菜则是盐水老卤卤着，各种香辛料陪衬。广东咸鱼更厉害，直接用盐巴把鱼肉彻底渗透脱水。这些传统工艺确实造就了独特的美味，但从健康角度看，简直让营养专家捏把汗。腌制过程几乎把食材原本的维生素全部破坏，只剩纤维、淀粉之类基本成分，谈不上什么营养价值。而更关键的是含盐量惊人，可以说每吃一口腌菜就等于往血管里倒一勺盐。长期爱吃腌菜的人几乎很难避免高血压。数据显示，我国一些地区居民每日食盐摄入量在10克以上，远超健康建议值，而其中相当部分来自各种酱菜、咸菜，特别是老人家习惯清粥小菜，每天早餐都来点咸菜下肚，时间久了血压怎么可能不高？血压一高，心脑血管的危险就提高了，主动脉瘤、脑出血、中风这些严重疾病都和长年累月的高血压脱不了干系。除了高盐，腌制食品中一个更可怕的隐患是亚硝酸盐。前面讲过，它在加工肉里被当作防腐剂添加，其实在传统腌菜中也会自然产生。蔬菜瓜果在厌氧发酵时，容易滋生产生亚硝酸盐的细菌，特别是腌制的头1-2周内，亚硝酸盐含量往往逐渐升高并达到高峰。如果直接吃没有腌透的菜，很可能摄入过量亚硝酸盐而发生中毒。哪怕是腌制时间够长了，亚硝酸盐含量会下降，但不会完全为零，持续吃依然有慢性危害。亚硝酸盐本身会影响血液血氧功能，导致组织缺氧，过量时人会出现头晕、心悸甚至昏厥。而更长远的风险在于，它在胃里可能与食物中的胺类结合，形成亚硝胺致癌物。这就是为什么爱吃咸菜的人胃癌发病率更高的原因之一。比如我国有些地区喜欢吃腌制酸菜鱼肉，当地食道癌、胃癌的发病率就明显偏高，这已被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所证实。还
还有闻名世界的中国广东咸鱼，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直接列为1级致癌物质，因为常吃咸鱼显著增加鼻咽癌的风险。可以说，腌制食品对人体的危害是全方位的。大量的盐损伤血管，引发高血压和心脏病，中期产生的亚硝酸盐腐蚀消化道，诱发中毒，长期累积的致癌物又增加癌症风险。如此三管齐下，怪不得有人把腌菜比喻为餐桌上的慢性毒药。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口咸菜就毒得要命，而是想提醒大家，这些传统食品固然有风味，但绝不能多吃，浅尝即可，绝不能天天下饭，更不要迷信什么自家做的就安全，该高盐还是高盐，该有亚硝酸还是会有。尤其是家中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更要远离各种咸鱼咸菜，别因一时口福让血管埋下炸弹。最后压轴登场的第5种垃圾食品，可谓现代年轻人最难戒掉的心头好含糖饮料，尤其是奶茶。有人或许会问，饮料也算食品吗？在营养学上，通常把饮料算作饮食的一部分。高糖饮料带来的热量和风险丝毫不比固体食物低，所以我们把它列入黑名单绝不为过。现在走在大街小巷，奶茶店随处可见，手捧一杯珍珠奶茶几乎成了潮流年轻人的标配。有句调侃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杯。可见奶茶对人诱惑之大，香甜浓郁，冰凉顺滑，每喝一口都让人大脑多巴胺飙升，难怪大家称那种感觉是快乐肥宅水。可是你可曾想过，奶茶的美味背后藏了多少对健康不利的东西？首先是超高的糖分，一杯中杯大小500毫升左右的奶茶，糖含量往往在30克以上，有的全糖奶茶甚至高达50克糖，这相当于放了7、8颗方糖在里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的游离糖不超过25克，喝一杯奶茶就严重超标了。如果选择加珍珠、布丁等配料，糖更多。高糖饮食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促进肥胖和第2型糖尿病。当血液里充斥葡萄糖，胰脏得拼命分泌胰岛素来降低血糖，长期如此，胰岛功能衰退，细胞对胰岛素也不敏感了，结果血糖再也降不下来，就变成糖尿病。而糖尿病有个外号叫血管杀手，因为持续的高血糖会破坏血管壁，引起微血管病变和动脉硬化，加速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大量摄取含糖饮料其实是在为未来埋下心梗中风的地雷。有实验让健康成年人每天喝含糖饮料，短短4周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也就是血脂之一，平均上升 30%， 这意味着动脉硬化风险也在上升。血液里的脂质一多，粘稠度增加，流经动脉时对血管的磨损也加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粥样硬化斑块。同时，高糖还会促进全身慢性炎症反应，使血管弹性下降。有人形象地说，经常狂喝含糖饮料的人，血管年龄会比实际年龄老不少，这绝非耸人听闻。再说奶茶里的另一大问题，反式脂肪。你或许会纳闷，奶茶不就是牛奶加茶吗？哪来的反式脂肪？事实上，外面奶茶店卖的奶茶大多不是真牛奶冲的，而是用植脂末，也就是奶精粉调制。奶精为了模拟牛奶的香醇口感，主要成分是氢化植物油，例如氢化椰子油，加上奶粉和香料。氢化油在工业加工中极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也就是说，一杯香浓的珍珠奶茶很可能暗藏几克反式脂肪。前面我们提到，反式脂肪是心血管的大敌，每天摄入超过2克就会显著增加冠心病风险。很多国家已经禁止食品中添加人工反式脂肪，可是在奶茶这类线条饮品里，目前还缺乏监管标准，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喝的奶茶含多少反式脂肪。另外，奶茶的热量也非常惊人，一杯全糖奶茶可能有400-500大卡，相当于1碗盖饭的热量，但很多人却把奶茶当饮料随时喝，热量过剩全部变成脂肪堆在腰腹和肝脏里，不胖才怪。前阵子有新闻报道，一位大学生酷爱奶茶，几乎每天2杯，结果20岁出头就查出重度脂肪肝，肝脏肥厚的像糠一样，这就是典型的喝出来的病。其实不只是奶茶，
像可乐、雪碧、能量饮料等碳酸饮料，同样是高糖高热量的代表。一瓶600毫升的可乐含糖接近66克，相当于13-14克方糖。很多年轻人把可乐当水喝，一天几瓶灌下去，等于把身体浸泡在糖浆里，胰脏和血管哪里吃得消？再加上可乐里的磷酸可能影响钙吸收，咖啡因促进利尿导致钙流失，长期大量喝甚至可能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所以说，含糖饮料绝对是现代人健康的甜蜜陷阱，它们在口舌间带来一时的愉悦，却在不知不觉中危害着你的心脏和血管。一杯杯奶茶、可乐看似不起眼，累积起来的含糖量却足以让身体不堪重负。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饮料不像饭菜那样能让人有明显的饱腹感，喝过之后该吃饭还是吃饭，这就额外摄入了大量隐形热量。长期如此，发胖是必然的，随之而来三高症状也不请自来，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这些可怕的慢性病都和含糖饮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上一些长寿村几乎没人喝甜饮料，老人们常年白水清茶，这并非巧合。所以，如果你有每天一杯奶茶或可乐的习惯，劝你务必尽早控制。再怎么喜欢，也请为了长远健康着想，一定要管住嘴。或许刚开始阶段会觉得没劲，但当你熬过去，再回头看，就会庆幸自己远离了这杯甜蜜毒药。说了这么多，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5大垃圾食品杀手。有的辣的刺激，让人上瘾却藏满盐和油；有的鲜香便利，看似营养却充斥着化学添加物和脂肪；有的甜蜜可口，喝下肚却是慢性自杀的开始。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严重失衡的营养和过量的危害成分，长期摄入会让身体承受巨大的负担。我们的血管作为输送全身养分的生命管道，最先首当其冲地受到伤害。高盐让血管硬化、脆弱，高糖让血管堵塞、老化，高脂让血管充满油污、管腔变窄，化学添加剂和致癌物则可能损伤血管内壁，甚至诱发细胞病变。可以说，这些垃圾食品就是在从各个角度围剿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也许年轻时你感觉不到什么，每天该吃吃该喝喝，依然精力旺盛，但等到30-40岁，问题可能会如猛虎扑来三高找上门，血管堵塞、心脏病发、癌细胞滋生，令人防不胜防。不要等住进加护病房才后悔年轻时胡吃海塞，现在就行动，审视自己的饮食习惯，把上述这些高风险食物剔出日常菜单或者严格限量。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以后就要吃草过生活了吗？其实不然，美食有千百种健康的做法，比如嘴馋想吃辣，可以用天然香辛料腌些无添加的风味牛肉干解解馋；想吃零食，坚果、水果比垃圾食品强多了；想喝饮料，无糖茶饮和矿泉水才是最佳选择。饮食习惯是可以慢慢改变的，当你远离那些重盐重糖的刺激后，味蕾会重新发现清淡天然食物的美好，身体也会由内而外感谢你。总而言之，泡面没上榜，汉堡也不算最差，但绝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吃那些真正列入黑名单的东西。今天介绍的这5种垃圾食品，个个都来者不善，它们对健康的危害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有科学研究和案例支撑的事实。也许它们曾经给你的味蕾带来愉悦，但长远看，带给你的只会是痛苦和悔恨。请记住，病从口入这句老话永远不会错。如果不想日后承受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甚至癌症的折磨，现在开始就管好自己的嘴，远离上述垃圾食品，选择更天然更均衡的饮食，你的身体会回报你延年益寿的。反之，继续贪图一时口腹之欲，纵容自己无节制地吃下那些伤血管100倍的东西，最终受到惩罚的还是你自己。少吃一口胜过良药，多吃一口可能就离病床更近一步。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都能爱惜自己的身体，管住嘴边的美味诱惑。再喜欢的垃圾食物，该忌口时就要忌口，毕竟身体健康无价，远离垃圾食品才能远离疾病和早逝的风险。让我们一起从今天做起，拒绝舌尖上的慢性毒药，为自己的血管健康保驾护航。记住那句箴言，吃得越多，死得越快。
听着吓人，但却是对垃圾食品最淋漓尽致的写照。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让这句话在自己身上成真。祝愿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垃圾食品，健健康康，长命百岁。